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太幸福了！施法冷脸鱼尾，这条鱼是不是故意来犯规的？漩涡，你们别催啊，让我想想。把这个吃白饭的给我拖出去！双 F 级精神力，野家不需要你这样的废物。我是人，不是货物，摔坏了你们赔得起吗？3岁我检测出精神力 F 级，被丢在小破屋自生自灭。如今检出个双 F， 直接扫地出门。双 F 怎么了？没听过一句话吗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莫欺少词穷，老子可是8、9点钟的太阳，是新世系的希望。兽氏怎么了？废物雌性怎么了？以后我要娶3个兽夫，全 S 级的给你们看看。不，3个太少，我要5个。3万新币，普通人月薪800，这等于年薪100万啊！包吃包住，这可是包吃包住啊！横穿原始森林，行，风浪越大鱼越贵，这票老子干了。这身板比我这种2点一线、天天996长期不运动的社畜还弱。野家那群王八蛋是把人当鸡养，多喂1口米都舍不得。好饿啊！守株待兔，老天奶，您还是疼我的。啥工具也没用，这荒山野岭的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。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？老天奶，还是你有眼力劲儿，这波入股亏不了。太好了，我的头货全在这里。老天奶，您是真的疼我。是时候大干一场了。感谢上辈子看了300集《荒野求生》，理论知识终于派上用场了。还是得自己动手。上辈子点的所有外卖加起来都不如这一口。完了，视线又开始模糊了，看来我跑不了多久了。什么味道？精神域的刺痛居然减轻了。丢不丢人？丢人，但现在又没有人认识我。就1口肉，崩溃值降了整整1个点。帝国最昂贵的药剂都做不到的事，他随手烤的兔肉做到了。这个雌性精神力弱到几乎不存在，但它的食物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小馋狗，老子技术好不好？狗？我优劣纯血苍狼 S 级战力帝国少将，被叫狗。狗子，你过来，给我摸摸，我就给你烤肉。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技术可好了，猫哭狗哭没有一只能拒绝我的手法。这个女人究竟是哪里来的？看起来像个要饭的，精神力这么差，应该没什么危险。好可爱，好好入眠。太软了，真的太软了！我宣布，你以后就是我的狗了。出发，大狗，老子要开始新的征途了。谢谢你啊，狗子。前方军事管制区域，闲人禁止靠近。
我不是闲人，我来应聘的。陆羽上校，请您进去，主楼3层最里面的办公室。要是待会有危险，你别管我，赶紧跑。进。这脚摸上去什么手感？光滑的还是粗糙的？温热的还是冰凉的？天哪，它长得好好看，金丝眼睛配鹿角，绝了！不对不对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是来应聘的。叶棠，18岁，精神力双 F 级。招聘资料上有说双 F 级不能应聘吗？没有，只是没见过双 F 级的雌性。那你今天见到了。你知道0号监狱是什么地方吗？监狱啊。这里不是普通监狱，0号监狱关押的全部是精神力崩溃值在85以上的 S 级高危兽人。自建立以来，换过147任监狱长，任职最长的也只待了3个月。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，最低也需要 B 级以上精神力，因为环境本身就存在巨大精神力压迫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关押重刑犯的监狱。是的，这里非常的危险。优烈，帝国第3军团少将，3天前失踪，军部满世界找不到。他以兽形蹲在一个双 F 级雌性身后当护卫。有意思，一个被野家扫地出门的双 F 级雌性，让帝国最年轻的 S 级少将甘愿以兽形跟在身边。陆上校，你还招不招啊？不招我走了。外面天都黑了，我还得找地方睡觉呢。欢迎你加入我们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参观一下。这里是0号监狱的特殊监禁区，关押的都是具有高危险性的原生微物种。原来如此。帝国第3军团元帅景耀，白虎族 S 级战力，精神力崩溃值89。大猫猫，好大的猫猫！我在蓝星做梦都想养一只。那个肉垫看起来柔软又 Q 弹。帝国战略指挥部首席指挥官韩州，黑帽族 S 级战力，精神力崩溃值91。天灵隼族少族长灵兽 S 级战力，精神力崩溃值88。朱雀族少族长赤尊 S 加级战力，精神力崩溃值93。海渊王族苍苗人鱼，精神力崩溃值95%。他已经11天没有浮出水面了，超过2周不换气，肺功能会开始受损。白虎、黑豹、游隼、朱雀、人鱼，随便哪个都是我在蓝星做梦想养的存在。我大学4年加工作3年的唯一宠物是从窗外爬进来的壁虎，第2天还跑了。现在我能养5只，包吃包住，月薪过万。老板放心，这份工作我干定了，谁也别跟我抢。行，跟我来签合同。我住哪里？跟我来。这里就是0号监狱的生活区。进去吧。我在蓝星写了7年代码，攒7年工资才够买35平单身公寓。来兽界第1天就住上独栋了。这是你的权限卡，所有区域可通行，但记住，不要在任何关押人员清醒时进入观察区。送营养剂，走传送公道，尤其是苍漠。上一任监狱长试着下水接触他，还没靠近就被精神力场弹开了，出来后躺了3天。好的，老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每日帝国后勤部会派送营养剂，你按时送到各观察区就行。需要做饭吗？做饭？叶狱长，你的家族没给你喂过营养剂吗？陆上校，你也知道我是双 F 级了，他们哪里舍得给我吃营养剂？你先熟悉环境，明早8点正式上岗。对了，叶狱长，你身边这只雪橇犬你照顾好。它不是我养的，是森林里捡的，非要跟着我来。不过您放心，它可乖了。闭嘴！大狗子，你听到没有？我有工作了，月薪3万，咱们以后不用饿肚子了。陆羽这家伙真的会替我保密吗？这个白尾鹿到底打什么算盘？不过眼下有更要紧的问题，这个傻雌性到底知不知道他接下来要照顾的是什么样的家伙？猫薄荷当时脑抽买的，想着末世了还能逗流浪猫，现在想想，1号观察区那头大白虎，嘿嘿。这个自动分区功能绝了，跟 QQ 农场一模一样。猫薄荷要单独种在最显眼的地方，蒜苗、辣椒、草莓、西瓜。像面粉和水饺的半生不熟糊糊，过滤掉所有口感，再加1勺没有任何调味的蛋白质粉，空洞的毫无灵魂的寡淡，简直太恶心了！这是人吃的，帝国人民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？加了糖的浆糊，还是劣质糖精味儿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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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才是活着的意义啊！奇怪，刚刚明明扔进去了。我果然是天选之女，孔门结果语半，空见灵田。种田加速加自动捕获，这配置放种田文里也是顶配。啊，爽文大女主。烤肉的油脂，还有猫薄荷的味道。2顿烤肉，崩溃值从84降到了77，整整7个点。军方 A 级安抚室做一次全面梳理，也就能压3到5个点，还需要我配合放松进入半休眠。
他只是给我烤了2顿肉，我只要吃就行了。那株猫不合，清凉的植物汁液滑下喉咙之后，精神域深处那些纠缠扭曲的暴动节点无声地松开了。我从12岁上战场到现在，从未有过这种放松感。傻雌性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接了个什么烫手山芋？这座监狱里的5位没一个简单的。明天他要正式上岗，走进那5间观察区，我跟着他护着他就是了。5份，没错。死马当活马医吧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那只咪咪能拒绝猫墨盒吧。少了一捆。小馋狗，你也喜欢啊？喜欢吃管够。我种的猫衣帽长得跟野草似的，你想吃多少有多少。怎么会？这款草，我的精神力下降了。这个人类不简单。那几个死鬼都吃了，有猫腻，我也尝尝。叶棠，喂，那条鱼来干饭了。你吃不吃啊？不吃我可就走了。唉，没事没事儿，我就去看看。就是这里了。小心！甲方要求就是我的追求，绩效指标必须完成。渔网？哪来的渔网？我堂堂海渊王族，帝国仅有的3位 SS 级战力之一，被人用渔网捞。傻雌性，不过也只有他会这样。这才乖嘛，好好吃饭长高高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崩溃值在下降。怎么可能？这数据，这是好转了？帝国3大 SS 级战力之一的海渊王族苍毛，被一个小雌性用超网捞起来，强制爱了。
我这是咖啡喝多了，产生幻觉了。5条曲线同步下降，这远超帝国医疗技术上限，没有特殊反应，看起来也不是禁药。每一个都意识清醒，情绪稳定，真的不是禁药，是那个雌性带来的绿色植物。元帅，有何指示？今天早上那个雌性送来的绿色植物是什么？我不清楚，是野堂狱长自带的。元帅，您没有任何不适吗？没有，那个植物比璀璨修复液和 S 级疗养师加起来的效果还要好。你赶紧给我多弄点过来。院长，0号监狱出现异常情况，5名关押人员精神力崩溃值在12小时内同步下降，平均降幅超过5个点。诱因是一种未知植物，新任监狱长自带。同步下降5个点，你确定数据没有问题？反复校正3次，仪器无故障，关押人员行为监测全部正常，无禁药副作用特征。那个监狱长叫什么？野堂，18岁，精神力双 F 级。陆羽，你听好，从现在起，这个人是战略级绝密资源，我会立刻调拨一支 A 级专属护卫队过去，对外不公开任何信息。那种植物，你想办法拿到完整样本，经费无上限，直接走我的特批通道。明白。还有，他本人不能出任何意外，一根头发都不行。战略级绝密资源，一个双 F 级的18岁雌性，这个世界越来越有趣了。野狱长，今天早上你送的那种绿色植物还有多少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相反，效果非常好。我想购买一整株完整的植物样本，用于帝国研究院的课题研究。你说猫霍夫那玩意儿不值钱吧？50万星币，一整株，带根带叶，现在就可以转账。你说多少？50万。给，品质保证，绝对新鲜。已转账。50万。对了，从今天起，你的月薪调整为5万。关押人员的日常物资清单里增加猫烹盒，每日供应。大狗子，我发财了，我发财了！50万加月薪5万，我上辈子写1年方程都赚不到这么多。这空间好像变大了，怎么回事？这合理吗？种田加速，自动捕获，还自动升级，这金手指也太豪横了吧！这又是什么玩意儿？白白胖胖的，有肉味儿，应该是吃的。大狗子，这是生的，现在不能吃。香，真的太香了。来尝尝。不行，不能再吃了，要给他们留点。狗子乖，我下次再给你做。我是狼，一只成年的 S 级的，在帝国军部档案上写着性格冷峻、不善社交的大公狼，不是狗，我真不是狗。舒服，太舒服了。100万！我有100万了！我有100万了！大狗子，元帅给我打了100万，100万让他做饭，他不想吃营养剂了。元帅的账户里这点钱算零头，倒是这个傻雌性，为了100万高兴成这样。不过看他高兴的样子，我也不讨厌。金主爸爸开口了，必须给安排到位。要抓住一个宠物心，就要先抓住它的胃。搞起！来，先尝尝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真是便宜那几个家伙了。老板，请用餐。好可爱，吃的好香。
想摸一下。整个帝国军部没有人敢摸我的头，连副官递文件都保持半臂距离，而他在我清醒状态下揉我的脑门，是他疯了还是我疯？好软好软，这个毛量绝了！救命，好想抱着他睡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包子不是阳台趁热吃，我先走了。这家伙胆子也太大，不愧是我捡回来的。没事没事，我的手法这么好，金主爸爸肯定不会生气，说不定以后还会点我上门服务。接下来给其他几位送餐，慢慢来，总有一天左拥右抱不再是神话。这家伙有我一个还不满足，主意都打到那几位身上了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监狱长，给你们送午餐。不给摸的毛茸茸不是好宝宝。他至少还把我当狗，狗的地位明显比猫高。还是我的大狗狗乖。你的早餐，大人请慢用。小气，扁毛就是没有圆毛讨人喜欢。瞧见没？还得是我。喏，请你吃冰棍，降降温。好吃吧？我就知道你喜欢，下次给你带别的口味。今天有小笼包，比营养剂好吃多了，你尝尝。该死！我堂堂海渊王族，活了整整300岁，何时受过此等奇耻大辱？昨天被一个小雌性用抄网像一条鱼一样被捞起来。更可恨的是隔壁那几个家伙，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嘲笑我。赤泉甚至隔着墙模仿海鸟叫，我早晚拔光它的尾巴毛。可这个雌性救了我，崩溃值1天之内下降，比过去3个月加起来都多。他还是个幼崽，却冒着被 S 级精神力场撕碎的风险走进我的水池。海渊王族恩怨分明，有恩必报，不能对恩人发火。东西放下，你可以走了。也许我应该给总指挥部打个报告，建议把优劣调回北境。景耀有烤羊腿、烤羊排，1大箱子肉，而我只有草和沙拉，还有那只该死的营养剂。小豆芽，凭什么我跟他的不一样？当然是人家给钱了呀。走地鸡，我是天灵隼族少族长，帝国 S 级战力，飞行速度同阶排名前3的高空霸主。走地鸡，那种在院子里刨土啄冬子的肥鸡，先吃后付不行吗？我堂堂天灵隼族少族长，我怕你赖账。我活了33年，从没有人敢用赖账来质疑我的信用。你知道猫黄盒在陆上少那里多少钱一株吗？你白吃了我那么多的猫黄盒，1分钱没给，还天天按铃骂我。你等着看吧，明天我就把钱甩你脸上。甲方付了钱，服务必须到位。小豆芽，哪有吵架吵一半不吵了去给别人送饭的？走地鸡想吃肉，先付钱。小豆芽你！明天我一定把钱甩他脸上。你的钱呢？忘了。忘了就是没有。走地鸡。今天付钱了吗？明天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你从哪里学来的这种话？9年义务教育教我的，你个文盲鸟。
明天一定要扳回一局。人鱼是海族，让一条鱼天天啃羊腿，跟让陆地兽人天天吃海草有什么区别？我果然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。小羊，看我还治不了你！蒜蓉焦香，蚝肉滑嫩，咸鲜中带着微甜的回甘，和海水的味道完全不一样，但每一口都在提醒我，这是家乡的味道。老板大气！景耀有肉山，杭州有鸡腿，赤环有甜品，苍毛有海鲜，而我只有营养剂。这只装狗的死狼还天天跑到我面前吃肉，少则一天2、3次，多则7、8次。优劣，你给小豆芽当狗还有优越感了？骄傲只有菜叶子。哦，忘了，你连菜叶子都没得吃了。有种你进来，单挑！粗鲁，就是莽夫一个。不要打扰我享用美食。这阵仗，哥蓝星得开一桌烧烤宴了。野狱长，打扰了。研究院需要再采购几株猫木和植作，这次是直接带走。安宁院长安排了专人运输。卖，当然卖，只要钱到位，想要多少有多少。5株，带根带土，价格按上次的标准。5株50万一株，等于250万，没问题，成交。就选你们了。已转账。安宁院长让我转告猫薄下的研究进展，他会定期和您通报。那个野狱长，那个烤全羊卖吗？不卖，但请你吃。来，坐，正好烤好了，也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哼，野狱长的手艺果然名不虚传。黑心鹿买了猫背桃还蹭饭吃，狼口多食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S 级的上限，那个苍狼族世代无法逾越的天花板碎了。SS 级，帝国第4个 SS 级战力。苍狼族没有神兽血脉，没有白虎族的洪荒传承，没有朱雀族的涅槃天赋。我17岁突破 S 级，父亲说我这辈子就到这里了。没想到这个小雌性出现了，为了我半个月，笼罩苍狼族2000年的天花板被他用烤羊腿轻轻一下就捅穿了。他只有我了，北京有幽冥坐镇，出不了大乱子，而能保护他的只有我。好吗？大狗子，你发酵粉吃多了，还是我没睡醒？确实是我养了半个月那只没错，但尺寸不对，一晚上就从200块毛绒公丸变成200万小狗车了。你怎么长这么大了？给我从实招来！你是兽人吧？啊？什么兽人？我只是一只大狗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连我自己半个月都从弱鸡变成正常人了，养出一辆大卡，好像也不是完全说不通。也是，穿越到兽世这种事都遇上了，养只狗养大一号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我果然是个养猪小能手，还得继续努力。里面那几只瘦的可怜。还好蒙混过关了。按帝国特殊监禁管理法第3章第10条，崩溃值降至75以下且稳定超过48小时，自动满足出狱条件。没想到他们还有出狱的一天。
浩监狱建立至今第一次启用这条规定。在此之前，从没有哪个关押人员的崩溃柱能从85以上降下来，一个都没有。赤环少组长，您的精神力评估已达出狱标准，军部已批准释放，请于3个工作日内办理出狱手续。少组长，您的崩溃值怎么跟股票似的？哦，又上来了，看来不太稳定，出不了狱了。这家伙还真会没事找事。算了算了，他官大他说了算。少组长，您为什么不想走？我的磁性在这里，我走哪里去？少组长，您为什么不想走？我的磁性在这里，我走哪里去？帝国第一莽牛用掉崩溃值的方式赖着不走，理由是追野堂，还要不要脸了？自由出入权限仅限生活区和公共区域，不能给监狱添任何麻烦，否则我就会把你的情况上报，后果你应该知道。我招了一个双 F 级监狱长，半个月把5名最危险囚犯喂得容光焕世，现在其中一个赖着不走要追他，安宁老师会信吗？我自己都不太信。自由的味道。走地鸡，你好可怜哦。火鸟，你找死！我有自由出入权限，你没有；我有芒果千层吃，你只有营养剂；我有提拉米苏、珍珠奶茶、巧克力熔岩蛋糕、芒果斑饼、水果茶、冰可乐。你没有。不跟文王鸟计较，我去找小狱长加餐去喽。赤寒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可以出狱了呀，小狱长。大狗子，你别生气嘛。除了野堂，谁也不许叫我狗。他哪里是狗？啊！你被骗了，他是优烈，帝国第3军团少将，苍狼族嫡世子。他爹是苍狼族上任族长，他哥幽冥是北境防线总指挥。他是狼，现在 SS 级，他从头到尾都不是什么森林里捡的野狗。你这个小傻子！蔡归尽会给自己找借口，你怎么不说他是神兽？苍狼族自古以来就没有神兽血脉，所以呢？他是狼，他不是狗，他是骗你的，你倒是也生气一下呀！就算他是你说的优劣，这么显赫的家世，装狗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有什么可图的？他图的可多了，比如呢？赤恒，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认识的吗？那天我被家里从大门扔出来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瘦的走2步就喘。然后他来了，他抢了我的肉，后来又给我打猎，驮着我穿过整片森林，一路护送到0号监狱。那时候我是个身无分文的废物，你说他图什么？小狱主你好可怜啊，他们不要你，小爷要你，以后小爷保护你，谁欺负你小爷烧谁。你够了，我不可怜，我有房有狗有存款，你哭什么哭？傻雌性，不过也只有他会这样。反正不管他是狗是狼是少将还是什么族长，小爷认定小狱长了。帝国法律规定雌性至少3个收服，他一个人吃不下。你们要打去外面打，
别踩我的蒜苗。谁在踩我的地，今天晚饭没肉吃。管他是啥，我说他是狗就是狗。你就是我的狗，记住了。小狱长，这是小爷的尾语，送你了。哇，好漂亮！这个颜色绝了，我拿回去当书签用。书签？朱雀族的求偶信物，帝国教科书写的明明白白，他居然拿来当书签。算了，他收了就行，细节以后再说。这只火鸟动作倒是快，朱雀唯一的含义整个帝国无人不知，等同于求婚。但这个傻雌性，他肯定不知道。谢啦，小火鸟，这礼物我很喜欢。他不知道尾语的含义，你敢先斩后奏，小心我拔光你的毛！哼！帝国规定雌性至少3个受夫，你管不着。你俩别在那儿杵着了，过来帮我拔草。谁干活多，谁晚饭加肉。狗子，不对，优劣，赤恒说的那些是真的吧？是真的，我是苍狼族少族长，帝国第3军团少将。我就说嘛，一条狗怎么可能听得懂人话还会点头？你从第一天就在骗我。你也没问我。那你图什么？我当时就是个身无分文的废物。你的烤肉让我精神力崩溃值下降了。我本来是想把自己关进0号监狱的，路过森林闻到你烤肉的味道，后来就不想走了。所以你是为了蹭饭才留下来的？一开始是，后来不是。那后来是什么？算了，不管你是狗还是狼，你是我养大的，以后还是我的毛毛绒。记住了，兽人永不为奴，除非包吃包住。网友果然没有骗我。小狱长小可怜，竟然被家里扔出来，还一个人穿森林。要不是遇到臭狗，估计都到不了这里。叶家那群王八蛋，差点害死我的小狱长。害死小狱长就等于害死我的奶茶、蛋糕、冰淇淋，忍不了。我昨天刚给他自由出入权限，特意叮嘱不准烧任何东西。他答应的比谁都干脆，结果还没过24小时，就把人家大门烧了。赤环少族长目前仍关押在0号监狱，昨晚从未离开。野家的火袭与林监狱无关。抱歉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从小到大没在公务上说过半句假话，但如果让野家查出来是赤恒干的，他们会来找野堂麻烦。而这几位大佬能把野家从帝国版图上抹掉。你干的？对啊，小爷说到做到。干得漂亮！怎么样？让我做你受夫，包你不亏。你怎么3句不离这个？你收下了我的尾语，就是答应了。还你！我怎么能为了一只鸟就放弃整片毛茸茸？你不知道，朱雀族尾语是求偶信物，帝国教科书上写的明明白白。大哥，我没上过学，野家的人会让一个双 F 级出去丢人吗？你没上过学，他们连学都不让你上，你好可怜。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你又哭，你上辈子淹死的吗？小爷送你了，就是你的，现在不答应没关系，小爷就是认定你了。你不收小爷，我就跳进锅里，死在你面前。别打扰了，安全部审查组明天到。赤汉少族长，请回观察区待着，被问到就装傻。有什么冲着我来，别为难他。你看我像要为难他的样子吗？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尤利亚，小狱长的安全就交给你了，他出门你得跟着，半夜饿了去厨房你也要跟着。他是我的雌性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大不了你做大我做小，但小爷不会放弃的。欢迎各位，请跟我来。赤恒少族长，
昨晚也是家族大门遭破坏，现场发现朱雀真火残留，请问您能解释一下吗？哇，这么大阵仗，原来只是大门被烧了啊！烧了重修一扇呗，叶家不会连一扇门都修不起吧？哼，小爷昨晚在观察区睡觉，哪儿都没去。你看我像半夜飞出去烧大门的鸟吗？这位是0号监狱的现任监狱长，据我所知，他的精神力等级是双 F， 一个双 F 级的雌性有什么资格管理0号监狱？陆上校，聘用一个双 F 级雌性是否违反帝国人事任用规定？让精神力微弱的雌性管理过最危险的囚犯，是否属于重大安全隐患？赖皮蛇，你谁啊？我的任命文件是帝国军部正式签发的，合同上盖着军部电子金章。你不服找军部去，还是说你比军部还大？你刚才说我精神力微弱，无法承受 S 级威压，那请问你看我现在是承受不住的样子吗？我在这里工作了半个月，5位关押人员崩溃值全部达标，你一个连工牌都没挂正的外勤调查员，跑到我的地盘指手画脚。一个废物，还没脱离幼生期的雌性，凭什么胜任监狱长？这里关押的是帝国的英雄，让一个精神力可以忽略无忌的废物来管理他们，这不是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吗？我这番话全是为关押人员的安全着想。原来你们知道小狱主还没脱离幼生期啊！弃养雌性幼崽，按照帝国律法，遗弃虐待未成年雌性，最高可判处终生监禁。你们野家是要凌驾在帝国律法之上吗？元帅大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老赖皮蛇，谁给你胆子跑到这里来骂小狱主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连野家大门都进不去的玩意儿！人老珠黄，哼，老泥鳅、老长虫、老爬虫，长这么丑还出来吓人！说，你想怎么死？他今天的目的不是弄死这条蛇，死人不会付钱。元帅，弃养雌性幼崽真的能判这么重吗？帝国律法第7章12条，遗弃虐待未成年雌性，最高判处终生监禁。他们还虐待我，不给我饭吃，我饿得啃树皮。冬天没有取暖时，冻得浑身冻疮，不让我上学，连子母都是爬门缝里偷学的。你过得好苦啊！小爷保护你。这样吧，给钱，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精神损失费，我被你们野家扔出来摔在碎石地上，大半夜一个人在森林差点被狼吃了，这笔得算吧。抚养费，我在野家活了18年，你们出过1粒米没有？你好歹也是野家的人，先垫着，回头找野家报销。生养费，你看我当时瘦的就剩1把骨头。学费，你们不让我上学，连教科书第3章第5节都没学过，这是教育补偿金。住宿地，后院破房子，窗户没玻璃，居住条件连监狱都不如。一共140万新币，刷卡还是现金？野狱长，我又不是你阿夫，这些费用怎么也算不到我头上吧？你不就是野家的吗？野家的账算在你头上，不正好？你还有意见？不，我给140万，我现在就给。转账成功。好啦，今天加餐全部都有烤全羊。140万，这个小子竟连哭都能变现。小豆芽，我给你转一笔伙食费，数额按隔壁火鸟的标准。这个走地鸡全身上下嘴最硬。这就是他们每天吃的东西。
我吃了半个月营养剂，这半个月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傲娇鬼。5位金主全部实现每日定制餐食自由，我野堂的监狱食堂正式开业。傻雌性，高兴成这样。不过看他高兴，我也高兴。谢谢你们今天帮我。主人，那个野堂，他现在是0号监狱的监狱长，里面关着的5个全是帝国最顶级的战力，全部站在他那边。他还当着审查组的面控诉野家弃养虐待未成年雌性。一个双 F 级废物，不过是仗着几个囚犯撑腰。帝国规则是帝国规则，他有什么证据？可是景耀元帅亲口引入了帝国规则第7章第2条，他敢去告？属下不确定，但0号监狱的代理狱长陆羽是帝国研究院院长安宁的学生，如果他出面，去查一查帝国律法的诉讼时效，准备应对。一个双 F 级的废物，就算有人帮他，野家也不是软柿子。野家想凌驾于帝国律法之上，那就让帝国最高法院来告诉他们答案。提前一步总比被动挨打好。这份诉讼材料一旦进入最高法院的审理求成，野家就算想反咬野堂，也得先过帝国律法这一关。小豆芽，那个粉色的给我一块。这是赤痕预定的。凭什么？我付了跟他一样的伙食费。他嘴甜。嘴甜？他就会说小狱长好棒，小狱长最美，小爷最喜欢小狱长了，这也算嘴甜？你也可以试试啊。小豆芽，你走地鸡加油！火鸟，你闭嘴！看在你今天帮我骂蛇青的份上，多给你一杯饮料。谢谢。尤烈，你当时在森林里闻到我的烤肉味，就决定留下来了？精神域的刺痛减轻了，后来吃了第1口肉，崩溃值降了1个点。帝国最贵的药都做不到的事，你的烤肉做到了。所以你最开始就是馋我的手艺，你这只坏狗！胡说，我是天底下最英俊的狼，而且我也不是为了吃的。那是为了什么？后来你蹲在火堆旁，嘴角沾着油渍，吃得眉眼弯弯。你的眼睛看着我，干干净净的，只有纯粹的喜欢。没有人这样看过我。军部那些雌性看我像看战利品，你看我像看世界上最帅的大狗。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了，不走了。你是个好狗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。糖糖，糖糖，亲了我就是我的妻主了。谁说的？在我们那儿，狗子是随便亲的。苍狼族的规矩。你们苍狼族的规矩也太多了吧？你现在在我这儿，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我是你的毛茸茸，你是我的妻主。行吧，我可告诉你，以后我摸别的毛茸茸，你可不许哭。帝国第3军团少将正式脱单了，但这件事
赤环知道了，恐怕要把监狱烧了。止血的。你快变回来！你快变回去！我只是想让你意外看看都是意外，让我多看几次就好了。幽烈，你不讲武德！轻点我的鼻子！小狱长，你被他骗了，他故意变人形，就是为了勾引你，他根本不是什么良家好狗。幽烈，你还不快穿上衣服！叶棠，你不是说我做大的，你做小的？小爷不管，小玉芝你不能偏心，他有的我都有，他腹肌小爷也有，小爷还有翅膀，小爷还会喷火。小火鸟，你现在还是一个囚犯，而我是自由身。囚犯，他说的对，帝国档案里我还挂着在押人员身份，自由身可以当首副囚犯不能。该死，我要跟你单挑！菜鸡。哼，打不过就飞，他不会飞，我有制空权。小火鸟，你干什么欺负幽烈？不是，是他欺负我！你看我这身羽毛都是他抓的。他啄我，疼。好了，不疼了。小狱长，你偏心！我就是偏心，他是我的狗。不就是装狗吗？朱雀尾羽是求偶信物，而且他还收了，幽烈连根毛都没送过，我才是名正言顺的那个。刚才还天塌了的模样，现在又精神了。这只变毛鸟真是阴晴不定。幽烈身上的精神力场压迫感不对劲，不是 S 级，隔着几层玻璃都能感受到。幽烈突破到 SS 级了。对啊，你才发现。苍狼族没有神兽血脉，历史上最强的也就 S 级巅峰，他怎么做到的？据我观察，不告诉你。狮王，略，气死你，傻鸟！这还用问？靠给小狱长当狗呗。但我才不会告诉他，这只走地鸡到现在还跟野堂犟着，跟他分享情报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赤环精神力修复好了，意识也清醒了，还能化人形，甚至抱着一个雌性哭。等会儿，抱着雌性？赤环那个打架不看对象，无论雌雄都会是嬷嬷，会抱雌性还安慰？是的，部长，那个雌性叫野堂，18岁，双 F 级精神力，是0号监狱的监狱长，野家血脉，但已被逐出家门，现在是孤雌。能修复崩溃值超过90的兽人，还能把赤恒那个混世魔王治得服服帖帖，野家居然当垃圾扔了，扔得好。野家不要，我要。给那个小雌性转1000万星币，当做谢礼。18岁，孤徒，无家族背景，能力卓越，还能制住赤恒，我朱雀族要定了。原来这只小火鸟这么值钱啊！一大早就开始想别的凶手。不是，是朱雀族给我打了1000万，你快看。 1000万就把你高兴成这样，我身家都比这多，你要不要也念一念我的名字？好，我们家大狗子最值钱了，行了吧？小狱长，今天让小爷帮你打下手，生火切菜全包了。生个火就行，切菜我来，你别碰刀。有的雄兽啊，一点都不知道体谅小狱长，天天趴在那儿跟个大爷似的，不像小爷，小爷会心疼小狱长。蠢鸟，脑仁只有核桃那么大。小狱长，你看，这火。 小狱长，这是意外，你信吗？你觉得呢？小爷赔，小爷全赔。厨房设备损失、食材损失、菜地损失、墙变修复费，我就不掏算盘了，你自己算算吧。赔钱是一方面，从今天起，
厨房的打扫、修复、重新土刷，全部你来。你的羽毛当扫帚正好合适。蠢鸟，我就知道。来来来，吃面条啦！香，真香！他又来了，他绝对是故意的。糖糖，嘴边有汤汁。我去拿纸巾。走地鸡，小狱长今天心情不好，因为厨房被我烧了。你烧的？意外嘛，反正小爷已经赔了钱，还在扫地。但是明天的甜品恐怕要推迟了。推迟？我刚交了失火费，你就告诉我推迟？你可以去找小狱长理论啊！你活娘，你故意的！我故意烧自己的食材，你脑子进水了？闭嘴！部长已经查清了，野堂、野家数处血脉，3岁检测出精神 F 级，被丢在后院自生自灭，18年位列族谱，未受教育，未获任何家族资源。半个月前因检测出双 F 级，被证实繁育不佳。父亲呢？不明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家族背景，没有靠山，没有势力牵扯。没有家族背景好，没人跟我争。孤徒18岁，能力卓越，还治得住赤环，这种好苗子被野家当垃圾扔了，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派人去跟陆羽通个气，朱雀族有意促成赤环与野堂的婚约。是，正式文书我来拟，先探探对方口风。别让赤玄那小子知道，他要是知道家里在帮他，尾巴能翘到天上去，指不定又惹出什么幺蛾子。那臭小子倒是第一次有点出息了。朱雀族族长亲自出面促婚，这可比赤航自己追求复杂多了。不过这件事最终还是得看野堂自己的意思。一个双 F 级小四姓来0号监狱1个月，手里攒了上千万新币，治好了5个帝国最危险的囚犯，现在连朱雀族族长都要抢着做亲家。安宁老师说的对，这个世界一切皆有可能。小狱长，今天还让小爷帮忙吗？不用。那小爷帮你生火总行吧？上次是意外，这次小爷控制好火候。不用。那小爷去给你扇风？行吧，你就站旁边扇风，别碰火，别碰刀，别碰油，别碰任何能燃烧的东西。这只蠢鸟烧了1次厨房还不长记性，又凑上去了。不过至少这次他没碰火。啊！着火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？小狱长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小火鸟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赔，多少钱小爷都赔，赔双倍，不10倍。可是元帅他们今天吃什么呢？你把他们那份全烧了。景耀的烤羊排没了，韩州的糖醋里脊没了，苍毛的蒜蓉生蚝没了，林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加餐也没了，我自己的蛋糕冰淇淋通通化成灰。我烧的不是厨房，是帝国顶尖战力的午餐。元帅他们今天只能吃营养液了耶。小火鸟，你闯的祸，你去送饭吧。让景耀吃营养剂，等于让吃惯了满汉杰西的狮子回去啃压缩变干；让韩州吃营养剂，等于让小豪口味首席指挥官演无色无味的浆糊。让灵兽吃营养剂，那只走地鸡是最恨营养剂的，为这个他跟野堂吵了半个多月，而我现在要亲手把营养剂送到他们面前。小爷去就小爷去，大丈夫敢做敢当。蠢货！还是我们大狗狗聪明。狱长今天休息？没有。
完了，这个小心眼的家伙不会记恨上我了吧？蔡姬，是不是你把伙食独吞了？他们就走地鸡，你放屁！小爷稀罕你那点伙食。你是不是又把小豆芽的厨房烧了？你放屁！哼！你烧了小豆芽的厨房，你还敢来给我送营养剂？你脑子被真火烧坏了是不是？生火你不会用普通火，你用真火。你朱雀族的脑子是不是全被羽毛吃了？蠢货！你赔本少主的巧克力蛋糕，赔就赔，又不是赔不起。别走在上！别听他的，我才能给你最好的。我现在是纵火犯，全监狱的伙食都毁在我手里，更何况苍魔是 SS 级，真打起来我也打不过。一只落魄的朱雀不如鸡。早就知道会这样。别以为这样小爷就不跟你争宠，蠢鸟！小爷自己闯的祸，小爷自己来。这么简单，我已经学会了，你们就瞧好了吧。你除了会打架还会干什么？怼不过。别耽误我干活，不然糖糖连晚饭都不给你吃。优烈，你怎么什么都会？你要是有个心眼比蜂窝壁还多的亲哥，你也什么都会。从我刚会走路开始，幽冥就坑我做家务。那时候他也才6、7岁，蹲在苍狼族主宅后院里，对着还走不稳的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说什么？说族里每年都要评最厉害的小狼崽，评选标准是谁收拾家务最干净。你信了？我那时候还不会说完整的句子，当然信了。我把后院扫得一尘不染，把自己的小窝收拾得比狗舔过还干净。母亲来检查的时候，蹲下来揉了揉我的头，说咱们优烈真能干。就这一句夸奖，我就干得更起劲了。再大一点，12岁被幽冥坑进了军营，他跟家里说带弟弟去历练，转头就把我当驴使唤，缝补军装扣子丢给我，修厕所这种脏活丢给我，砌城墙这种累活也丢给我。修厕所？不干，幽冥就斜靠在帐篷边上，喝着从父亲那里偷来的酒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不会干活的雄兽是嫁不出去的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”你又信了？12岁，当然信了。我不仅修厕所，还修得特别认真。我觉得这样以后就会有雌性要我。那后来呢？13岁那年，我已经是 A 级战力了，比很多成年人都强。但幽冥照旧把修厕所的活派给我，理由是你新手时期修得最好，熟能生巧。我站在厕所门口，手里拿着扳手，忽然觉得哪里不对。我一个 A 级战力，为什么还要修厕所？然后回去找幽冥理论。他眯着那双和我一模一样的灰蓝色眼睛，笑得人畜无害。啊，被你发现了，你也太好骗了吧，太惨了，真的太惨了。能怎么办？我那会儿才12、13岁，那也是。优烈，你帮了小爷修厨房，以后小爷罩着你。你哥要是再欺负你，小爷烧了他的毛。这傻鸟自己都是个菜鸡，还想罩我。幽冥是什么人？北京防线总指挥，帝国公认的战术鬼才。赤寒这个脑回路比帝都大盗还值得活鸟，对上幽冥恐怕连怎么被坑的都不知道。不过这份心意倒是真的，不被他坑到裤衩都不剩，你就不叫吃货。你等着看吧，小爷说到做到。这两个冤嘎什么时候这么安静过？但是小爷跟你说好，罩你归罩你，小狱长还是小爷的。你做梦。那今晚的地铺谁睡？
小爷今天要睡这个地铺。行啊，打赢我。有动静，是叶棠回来了。臭狗，小爷我今天要你好看，看你还敢不敢嘲笑我！小火鸟，你又欺负我家优劣！小狱长，不是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先。白天点了我的厨房就算了，现在还欺负他！糖糖，算了，不疼的。优劣，你不要脸！你闭嘴！你这几天的蛋糕都没了。我烧厨房是真的，我灼优劣也是真的，满身都是洗不白的黑料。偏偏优劣还顶着一身伤痕在那里装大度，我拿什么翻案？该死，又被臭狗算计了。活该，蠢鸟！蛋糕取消，我终于不用每天看他炫耀了。至少给块饼干也行。小豆芽，因为那只蠢鸟烧厨房，本少主中午只能吃营养剂。你不是也吃上肉了吗？那不一样，中午的精神损失谁来赔？本少主饿了整整1个中午，本少主愿意额外付一笔补偿金，作为今天厨房损毁的修缮费用。走地鸡，你说你要付钱，我信了，但你的伙食费是不是还拖着大半个月没给？我又不是故意拖的，俗话不是说打是情骂是爱，我这不是想借机跟你联络感情吗？想出钱补偿是好事，但麻烦你先把自己欠的伙食费结了再说别的。明天一定给，明日复明。别念了，走地鸡连伙食费都赖。赤航，你有资格说我？你把厨房烧了2次。每天都这么热闹，不过这群家伙吵归吵，倒是一个比一个离不开糖糖了。今天有清蒸石斑鱼，你爱吃的。小狱长，我要走了。恭喜你啊，可以出去了。他只说了句恭喜，好像我只是一个普通囚犯，刑满释放，互相告别，从此再无瓜葛。他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。不过没关系，等王下次登场，就是迎娶他之时。下次见面不许再用渔网捞我。这条人鱼居然我用抄网捞他这件事别扭到现在，都快1个月了，到再说还记着。好漂亮的尾巴！天哪，这手感绝了！小狱长，你可知道，摸了鱼尾就是打赢求偶？你们早说，我们那边可不这样，鲨鱼也摸尾巴。你没问。死手！干嘛摸？上次说赤航的尾羽不知道是求偶，这次摸苍妹的鱼尾又是求偶。这个世界的雄兽到底有多少种奇怪的求偶方式？再这样下去，我养的不是5只宠物，是5个未婚夫。我不急，海域那边的乱子还需要我回去坐镇。我会要求立完祖宗做奴隶，带着嫁妆，光明正大的游回来找他。账户里早就躺着1000万级别的存款了，但这5万不一样，这是我靠自己打工挣来的第1笔薪水，按时上班，认真做饭，管理5只毛茸茸，兢兢业业干满1个月到手的第1份工资。叶狱长，需要你跟我去一趟帝国研究鼬，猫墨说出问题，具体情况需要你到了才能判断。猫墨何出问题了？那玩意儿不是浇点水就能疯长的吗？不会是把人吃死了吧？不对，他们几个不都活得好好的？可陆羽的语气明显不是小事，我是不是该收拾东西提前跑路？不行，跑了就是通缉犯，我还没走上人生巅峰，不能走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走吧，大狗子。这也太麻烦了，现在想跑也晚了。安院长好，小姑娘，你上次给陆羽的那株猫婆苗，我们用了最好的营养土、最精准温控、最专业的光照循环，无一例外，
全部枯死了。有没有可能这草不用养的这么精细？我平时就种在院子里，3天浇一次水，活得挺好的。野狱长，帝国研究一想跟你采购一批新的毛笔或蜘蛛，价格还是按陆羽上次的标准，50万一株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我去下洗手间。我要发了！我要发了！这里一共100株，陆羽付钱。好的，老师。发财了，真的发财了！我在兽界靠着种草和一次性纸碗，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安院长，要是有需要，随时联系我，多买多送哦。叶棠小姐，你有没有兴趣入职研究院？不了，安院长，我觉得0号更需要我。加入研究院，注册成为 SS 级疗养师，每月享有30万的疗养师津贴，还有高额月薪、专车接送，医疗全部免费。30万，月月都有的固定收入，这给的也太多了。但是紧要杭州走地鸡，我走了谁给他们做饭？谁跟灵物吵架？谁捞沧州？安院长，我只是个 FF 级精神力，当不了 SS 级疗养师。如果你当不起 SS 级疗养师，那么整个帝国就没有疗养师了。月入100万，你怎么谁会？安院长，树大招风的道理我还是懂的。我一个双 F 级孤雌，没有家族背景，没有战力依仗，暴露在各方势力视线下，头顶 SS 级疗养师光环，我这条小命能安稳活几天？行，但你的猫末地可以只出售给研究院吗？作为交换条件，研究院签署独家采购协议，价格在原有基础上再上浮，并且每一批采购都提前付款。可以，合作愉快，叶棠小姐。合作愉快，安院长。账户里6000多万了，怎么也该在迪核心区搞一套像样的房子吧？陆老板，帝都一套房子多少钱啊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为什么？帝都的房子都是各大家族的私产，也是雄兽的陪嫁，几乎不会对外出售。雄兽陪嫁？帝国的雌雄比例悬殊，雌性太少，所以从法律到习俗社会都围绕保护优待雌性建立。婚姻制度规定，雄性嫁入雌家，不仅人过去，还要带上封后陪嫁，财产、房产、土地资源全归雌性所有。雄性嫁人带房带车带存款，嫁过来之后财产全归土性，卷成这样只为讨妻主欢心，这是大女人该过的幸福生活啊！那如果我想自己买一套呢？只写我一个人名字的那种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你可以回去问一下灵树。天灵隼族与皇室关系密切，帝都几块核心区域的地产都是天灵隼族世袭的封地，市面上能流通的私人房产大多要经过他们家的许可。灵树作为少族长，应该有办法拿到优质房源。问灵兽，那个每天跟我吵架，被我气得炸毛，连蔬菜沙拉都不肯吃的高傲扁毛，他有这背景？行吧，问就问，大不了在买房之前多给他烤2个巧克力蛋糕，就当贿赂金圈太子爷了。做这么多不是给我的吧？大狗子，你的晚饭另外有，这是行贿用的。行贿？贿赂谁？那只走地鸡。灵兽少主。小豆芽叫我什么？少主？他从来只叫我走地鸡、扁毛鸟、文盲鸟，还用这种声音？不对，这个雌性有问题。本少主不管你是谁，立刻从小刀牙身上下来！我难得对他客气一次，他居然怀疑我被动兽夺舍了！你个死走地鸡，老娘给你好脸色，你怀疑我中邪？对，骂我走地鸡的才是小豆芽，不是剁手啊！你说吧，是不是有事求本少主？我想买一套房子。陆羽说，帝都房产都是各大家族私产，让我来问你。小豆芽，你买房子干什么？我该怎么回答？他根本不懂华夏人对房子的执着。虽然在这里雌性根本不需要自己买房子，家族会提供，寿夫会陪嫁。在灵兽的认知里，买房这个概念是多余的。万一我辞职了，或者被开除了，好歹有个住处吧。你就说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事好办，你娶了本少主，本少主名下的财产都是你的。帝都核心区有3处庄园，城外还有2座山头，全部归你。房子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你在想屁吃？喂，小豆芽，
给本少主把蛋糕放下！这个小豆芽也太现实了，刚才还笑着叫我少主，一听不帮忙让他娶我，连蛋糕都不给了。那可是熔岩蛋糕，我盼了好几天才盼到的。小豆芽，你把蛋糕还给我！他真走了？不就是帮他找套房子吗？至于连蛋糕都不给吗？明天再说吧，反正他还会来的，他每天都会来。那走地鸡竟然想让我娶她，你答应了？我像那么没出息的人吗？我怎么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放弃整片毛茸茸？灵兽那只扁毛确实有帝都最好的房源，但他这个人，你越求他，他越拿捏你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吊着他，让他主动来找你。他凭什么主动来找我？你觉得他能忍几天不吃你做的蛋糕？大狗子，你果然是我的军师。军师不军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高兴就行。走地鸡不吃的，便宜你了。小豆芽儿，你等着。小狱长，臭狗不在，我来陪你。小火鸟，你出去。小狱长，你都收了我的尾羽了，还要赶我走？我要中暑了，小火鸟。朱雀族天生体热，我再控制也降不到正常水平。修空调，我今天早上刚把厨房烧了。修空调这种高难度技术活我更不会。滚远点，别影响糖糖。活过来了。糖糖，我回来了。尤烈，你抢劫去了？这些是我的陪嫁，你签字。帝都核心区住宅一套，我白天还在跟灵兽打听怎么买房，现在优劣直接把房契拍在我面前了。现金存款2亿新币，各类零食、矿产若干等等，这也写着苍狼族库房特别波魄和幽冥嫁妆转赠，他连他哥的嫁妆都卷来了。你回了趟苍狼族，就为了这些？糖糖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快签字。尤烈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看那只死火鸟，还敢不敢说我是吃软饭的？苍狼族半个库房都在我手里，现在全归糖糖。以后谁敢说我是软饭兽，我就把房契拍谁脸上。尤烈这招太狠了，陪嫁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尤烈有苍狼族，我也有朱雀族。苍狼族搬了半个库房，朱雀族难道还能被比下去？爷爷，我要嫁人！你说什么？我要嫁人，现在就要把嫁妆给我！小恒啊，不是爷爷看不起你，就你这脾气，哪个词都能看上你。12岁烧了演武场，长老们修了3个月；15岁把腾蛇族少族长揍哭，人家族长跑到安全部静坐抗议；18岁跟教官打架烧了半个训练地；20岁喝醉飞到皇宫唱歌被当刺客抓回来，我亲自去领的人；23岁打伤凤凰族雌性被关进南陵监狱，蹲了2年出来继续打架。反正他收了我的尾羽。你骗人家收下的吧？没骗。反正他收下了。你要嫁人，我双手双脚赞成。不过这件事你是不是该知会你母亲一声？不要，母亲肯定不同意。我5岁那年在贵族宴会上打了一架，母亲在回家的悬浮车上打了我1巴掌。回到家之后，她把我衣服扒了，摁在地上打了很多下，
一边打一边尖叫。你让我的脸都丢尽了。他不爱我，他爱的是一尊完美的，能让其他贵族雌性羡慕的朱雀族少族长雕像。而我赤恒脾气火爆，打架闯祸，这些真实的我，他恨不得从身上剜掉。小恒啊，要是你母亲知道了去找野堂的麻烦，母亲如果知道我要嫁给一个双 F 级孤子，会嘲笑野堂的身份，会用贵族圈子里最恶毒的方式让他难堪。他敢找小狱长麻烦，我就烧光孔雀族的毛，让他们全族变秃毛野鸡。这小子是认真的。帝都城东3座府邸，城西2处庄园，岩岭山脉3座灵矿开采权，朱雀族6家拍卖行全部股份，安全部特别津贴账户终生受益权，还有这些帝国中央银行年金债券，每年分红不低于8000万，这是你出生那年我存的，本来给你当保底的，现在全归你了。谢谢爷爷，我就知道爷爷最疼我了。我朱雀族少族长的嫁妆肯定不能输给苍狼族。白水煮肉，粗盐蘸料，江湖营养剂。以前我觉得这是世间美味，可我在0号监狱吃了1个月的炭烤羊排、巧克力熔岩蛋糕、珍珠奶茶之后，这不是吃饭，这是受刑。怎么，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口味吗？爷爷，你辛苦了。爷爷，我的出狱证明，你签个字。怎么，不住监狱了？要住，但囚犯身份不能嫁人，出狱和入住不矛盾，换个身份而已。改天把野堂带回来吃饭。带回来没问题，吃饭就算了吧。嫁妆有了，出狱证明有了，自由身有了，看那只心机狼还敢不敢说我是穷光蛋？小狱长。小狱长，我的嫁妆比优烈丰厚多了，你把我娶了吧。小火鸟，外面还有很多雌性，你再考虑考虑。不考虑，小爷就是喜欢你。优烈，你怎么看？小狱长，你娶受夫，他无权干涉。可我觉得他有权干涉。优烈哥哥，优烈哥哥，别叫了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也不知道那条鱼回去还吃不吃得惯营养剂。糖糖，我还在这里，你就想着别的凶手。这么远你也能听到？糖糖，我是犬科，还是 SS 级战力。每天晚上念叨好想摸鱼尾巴，大毛毛的肉都好软。我就是随便念叨2句，毕竟投喂了这么久嘛，你说是吧？我的皮毛手感好，还是人鱼的尾巴好摸？当然是你的皮毛好摸。这还差不多。向天灵隼族正式提交出狱通知。又走一个，0号监狱建立至今关了这么多位，从来只进不出，现在1个月走了2个。安宁老师要是知道了，恐怕又要催我把野堂挖到研究院去。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啊，你关傻了？哦。怎么，磨磨蹭蹭的，你不想走？走，想走。啊，雌鹰比雄鹰大1圈，物种的参差啊！这是本少主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些嫌占地方，路过帝都的时候顺手买的，你不要就扔了。严狱长，这段时间多谢你照顾我们家灵兽了，天灵隼族永远欢迎你。他照顾个屁，小财迷一个，偏心圆毛。有空常来玩啊，到时候我让灵兽来接你。谁要接他？哼，死鸭子嘴硬。走地鸡走了，以后谁跟我吵架，
不是还有我吗？谁要跟你吵？臭狗！走地鸡，路上小心。这两个顽固废物，我该怎么把他们请出去？元帅，您的精神力评估已达出狱标准，军部已批准释放。元帅，您能不能不要每次都用这招？你说什么？我看来问题还很大，暂时不能出去。受不了了，好脾气的我也快染上疯牛病了。元帅，请问您为什么不想走？军部的伙食太差了。帝国第3军团元帅 ，S 级巅峰战力，白虎族最强者，竟然是个吃货。看来只能请他老人家出马了。韩指挥官，您的精神力评估同样达标。韩指挥官，你也不想走？唐促理记，帝国战略指挥部首席指挥官 S 级战力黑豹，为了一口吃的赖着不走，这要传出去，得让多少兽人祸灭？这5个，哦不，现在是2个。帝国最顶级的战力，为了一口饭赖在监狱里不走。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当做监狱管理的成功案例写进年度报告？景英夫人，打扰了，是关于您儿子的事。景英夫人，路上辛苦了。陆上校，我那个不孝子在哪儿？1号观察区。景耀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你堂堂帝国元帅，精神力已经恢复了，不回去报道，赖在监狱里装病，你脸呢？我没装病，我的崩溃值确实不稳定。陆上校给我看了数据曲线，你是自己往上调的，你以为你妈看不出来？母亲，你给我站住！听我解释。这是什么？整个军部等你回去坐镇，你在这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像话吗？母亲，真的不是您想的那样。疼！跟我走，回军部报道去。看到元帅被他妈揪耳朵，这辈子值了。原来大猫猫也有怕的人啊！那个耳朵看起来很好捏，我也想试试手感。还惦记吃的，给我走！太好笑了！帝国第3军团元帅被他妈用鸡毛点子追着打，我要记一辈子。景耀走了，这里就剩韩州一个，他应该不用被揪耳朵。大猫猫走了，我还没溜上猫呢。韩指挥官，你也要走了？这些是给你路上吃的，储物戒指里还有一批速冻的，回去热一下就能吃。猫薄荷是新摘的，每天嚼2片，精神力不会反弹。这个冰块脸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傲娇啊！糖醋里脊，很好吃，谢谢你。堂堂帝国战略指挥部首席指挥官，临走了才夸我一句，小气鬼。他走了，走了。大狗子，怎么一个一个都走了？我不走，我会永远陪着你。太好了，空间终于又升级了。奶瓶沐浴露儿歌书，这是什么组合？给幼崽用的？我又没有幼崽，空间给我这些干什么？算了，先放着吧，说不定以后用得上。这些树是什么品种？空间升级就送树苗，该不会也是猫边奏的亲戚吧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种着再说。回去给大狗子做夜宵去。小狱长，看下面，那就是帝都中央商场。太高了，再低一点，我要逛街。今天小爷请客，你想买什么买什么。你的钱不是都当嫁妆了吗？小爷的不花钱，够开10家店了。
小狱长，你给我买衣服。别得意，优劣那件更贵。凭什么？他是我第一兽，当然优先。你是考察期选手，打折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还行，配你这张脸，勉强能看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个被关在监狱里的废物哥哥吗？出来放双了。混色羽毛，赤航加翠绿，赤航的红加孔雀的绿，这是赤航他妈的另一个儿子。听说你在监狱里给人当狗，朱雀族少族长当狗，真给族里丢脸。哎，这位，你这个毛色赤不赤绿不绿的，像我老家赶集时笼子里的杂毛鸡。哦，不对，杂毛鸡还好看点，至少颜色纯。你是谁？性感。我是0号监狱监狱长，帝国研究院特聘 SS 级疗养师野躺。竟然是帝国研究院的安宁院长的势力，我惹不起。走，母亲，闭嘴。走吧，带我去吃好吃的。杂毛鸡不配影响我逛街的心情。那个熊的，她是不是怀孕了？对啊，腾蛇族的雄兽怀孕很正常。等等，兽氏是雄兽怀孕？不一定啊，要看血脉强弱。血脉弱势的那一方承担孕育职责，如果雌性血脉比雄性强，雄性就怀孕生崽，反过来也一样。我是双 F 级精神力，血脉弱到几乎不存在。优劣是 SS 级苍狼，赤环是 S 加朱雀，他们的血脉都比我强10000倍。那按照这个规则，弱势方孕育，弱势方是我。等等，不对，我精神力虽然弱，但我有空间，空间算不算血脉？优劣，受戒的受孕规则是什么？糖糖，你在想什么？受孕要双方自愿配合结合仪式才行，不是随便。我问的是规则，理论上谁怀？血脉弱势方。完了，弱势方果然是我，不行，我要变强。等等，血脉弱势方承担孕育。我父亲赤炎是朱雀族，血脉是 S 加级；母亲白金香是孔雀族，血脉是 S 级。朱雀强于孔雀，那弱势方应该是母亲才对。可是我是父亲孵化的，从小到大，所有人说赤炎用真火孵了3个月才把你孵出来。如果按规则，强势方是父亲，弱势方是母亲，该由母亲孕育才对。可为什么是父亲孵化的我？除非小狱长，我要回一趟朱雀族。怎么了？我要去问爷爷一件事，关于我父亲和我的事。等等，你先把我送回去再走，我不会飞。哦，对，忘了。他的家庭关系看来比我想象中复杂得多。走地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本少主恰好路过。你不是说恰好路过，路过还带礼物？那是本少主不要的东西，嫌占地方，跟上次一样。走地鸡，你在这等了多久了？2个小时？3个小时？火鸟，你闭嘴！本少主路过，路过你懂不懂？谢了，走地鸡。下次来0号监狱吃饭，给你加份巧克力蛋糕。谁稀罕你的蛋糕？糖糖，灵兽送你东西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护卫队汇报的。大狗子，你放心，你是我的第一兽夫，不管以后有多少毛，你永远排第一。任何事情我都优先尊重你的想法。我信糖糖。第一兽夫，排第一。总有一天，让他也这样说我的名字。优劣少将，军部召回令已下达，北境防线人手不足，景耀元帅要求你3日内归队。是我哥的主意吧？景耀元帅签发的。我知道了。自热火锅够不够？再加10箱。猫草一定要每天吃，别忘了。糖糖，够了，我又不是去逃荒。北境那鬼地方，除了营养剂就是生肉，你吃得惯吗？万一精神力又波动了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等兽潮平息就回来，最多1个月。你给我好好的，
少打架多吃饭，谁敢欺负你就告诉我，我去骂他。臭狗要走了。说实话，看他和小狱长黏糊糊的样子，我挺烦的。但他一走，小狱长身边就只剩我一个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糖糖交给你，他要是掉一根头发，放心放心，小爷保证，谁敢动小狱长一下，小爷别烧任何东西。好吧。臭狗走了，小狱长是我一个人的了，地铺归我了。我是归我了，小狱长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归我了。哟，弟弟来了啊！路上辛苦了，坐坐坐。你们联手把我从糖糖身边调走，开心了？军务需要，别这么说嘛，哥想你了。什么味道？这是什么？糖糖给我准备的，不给你们吃。弟弟啊，北境宫寒，物资匮乏，你忍心看你亲哥每天喝浆糊一样的营养剂？忍心？这个跟野狱长在监狱里做的味道一样吗？元帅，你已经出狱了。糖糖，他们抢我的东西吃。谁？我哥还有景耀，两个人趁我去巡防的时候翻我的储物戒指，把你给我准备的自热火锅偷走了10几盒，方便面也没了一半。景耀，他堂堂帝国元帅偷人东西！我哥还把我的辣条全拿走了，一包都没给我留。你等着，我给你再准备一批，这次加锁，谁再敢偷就让他喝1个月营养剂。还是糖糖对我好，我又开始想糖糖了。跟我斗，你们还嫩了点儿。小狱长，你是不是想去北京看臭狗？你管得着吗？小爷载你去，飞过去最快，比悬浮车快10倍。小爷翅膀大，你坐得稳。你有什么条件？回来之后卧室地铺归我，1个月。成交，但你不准在路上唱歌。小爷唱歌怎么了？上次你在院子里唱歌，把我种的葱苗全唱蔫了。那出发？明天出发。今天你先去后山练练控火，别到时候飞到半路把我的衣服烧了。瞧瞧，小爷的控火技术进步了。小狱长说的对，多练练就。按帝国特殊监禁管理法第3章第10条，这种感觉突破了，我要突破 SS 级了。不对，控制不住了。赤焰，又是赤焰，又闯祸了，又闯祸了！小狱长会打死我的。离我3米远，你现在体温比烤箱还高。小狱长，3米。可是小爷突破 SSI 级了，你不夸夸我吗？你突破 SS 级很厉害，但你烧了后山半座林子更厉害。陆羽的灭火账单你看了没有？看了。多少钱？800万。突破 S 级的第1天就欠了800万，出师不利，出师不利啊！飞得好高！那当然，小爷现在是 SS 级，飞行速度翻倍。去北京太远了，先绕道去朱雀老斋。市场说要带我去见他爷爷，我答应了，毕竟人家送了1000万谢礼，见一面不过分。爷爷在里面，走走走。比我想象中还机灵，这小姑娘怪不得能制住赤环。你就是野堂啊？赤熊族长好，叫爷爷就行。爷爷，小爷突破 SS 级了。你说什么 ？SS 级？昨天刚突破的。真的是 SS 级，朱雀族2000年来第3个 SS 级战力。小唐啊，我们朱雀族欠你的。族长客气了，赤熊的突破是他自己的天赋。你不用谦虚。好的，我理解了，这就是受谢顶级贵族的豪华宴席，白水煮肉加营养剂，跟我在蓝星吃的学校食堂也不差多少。不对，学校食堂至少有酱油。完了，小狱长在0号监狱天天吃炭皮、巧克力蛋糕、珍珠奶茶，现在给他吃白水煮肉，他会不会觉得朱雀族太寒酸了？肉质不错。小狱长真的太好了，这么难吃的东西，他为了不让爷爷和我难堪，竟然吃下去了。这个傻雌性。爹，我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按照帝国受孕规则，血脉弱势方承担孕育。你是朱雀族 S 加级，母亲是孔雀族 S 级，你比母亲强，弱势方应该是母亲才对。可为什么是你孵化的我？赤炎，你儿子问的对，按规则地区该你媳妇孕育，你怎么解释？这个，爹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
你给我说清楚！我那个时候情况比较复杂。你给我把复杂2个字说清楚！没人能拒绝狗血剧，我爱看。这朱雀族的家庭八卦，比我上辈子追的狗血剧还精彩。小唐，这根奏鸟棍是朱雀族传了17代的传家宝，每一任族长的妻主都会用它教训不听话的崽子。这个趁手，好孩子，有你管着赤行，我这个当爷爷的就放心了。爷爷，你干什么？那是小爷的命根子，不是？那是传家宝，你给他干什么？闲吵，给我闭嘴！又少了5盒自热火锅，辣条也没了。你们又偷我东西？没偷，借的。军务繁忙，营养需要保障。叶狱长，这个我能解释。解释什么？你堂堂能元帅偷人东就行，你好意思吗？我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吃的。接着，小狱长让我告诉你，每天按时吃饭，猫不逃不许断。辛苦你跑一趟。臭狗，你快点回来！小狱长天天念叨你，烦死了。赤汉少族长，北境即将迎来新一轮受潮，缺少 SS 级战力支援。你既然来了，不干不干不干！小爷还要回去陪小狱长。军部有权临时征召。跑得倒是快，他要是被你留下了才叫奇怪。赤恒这家伙打架跑得比谁都快，跑路也跑得比谁都快。他的精神污染越来越严重了。情况比预估的更糟。从入院到现在已经持续了6个小时，他已经彻底失去意识，不认人，不进食，也不休息，只是不停地撞墙。精神力抑制器已经开到最大效度，但对他几乎没有效果。他在用自残来对抗脑子里的东西，他知道自己被污染了，在用痛苦来保持最后一丝清醒。陆上校，他的伙食清单给我。叶狱长，齐玄的情况远比之前任何一位都严重。他被堕兽直接污染过精神愈合。我知道，赤恒告诉我他的事了。3年前他一个人堵在深海裂缝口，挡了7天7夜，帝国欠他的。陆上校，加一份6号的猫薄荷配额，我去给他做饭。每次遇到新的关押人员，这个小雌性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做饭。帝国棘手的精神力污染案例，他的解决方案是烤羊排加猫薄荷。但偏偏上次5个人都被他用这套路治好了。小狱长，你拿着儿歌书干什么？给那条蛟龙唱摇篮曲？道具店给的东西肯定有用，奶瓶、沐浴露、儿歌书3样都是给幼崽用的。齐玄现在精神力崩溃到失智，跟幼崽有什么区别？
不会真要给一个几百岁的 SS 级蛟龙族长唱儿歌吧？试试呗，反正猫薄荷和烤肉都送进去了，他不吃不喝只撞墙，常规手段没用，就得用非常规的。小狱长，你疯了！他现在是狂化状态。没事，大不了重开。苍冥 SS 级的时候，我也是直接推门进去的。你体温太高，会刺激到他，在外面等着。小航星一闪一闪，好像天上小眼睛。啦啦啦啦，缩成幼崽了。几百岁的 SS 级族长被我一首小星星唱成了巴掌大的崽子。道具店这本书是什么黑科技？范范，我饿。好饿。天呐天呐，太可爱了！比手掌还小的蛟龙崽子，那个小脚，那个小尾巴，那些小鳞片。野狱长，我在监控里看到了，你不能打开安全门，那是 SS 级狂化蛟龙。乖乖宝宝，慢慢喝，别呛着。乖乖宝宝，慢慢喝，别呛着。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我的心脏受不了了。帝国军部3年来试遍了所有办法，全部失败的 SS 级堕兽污染案例，他只是用一首儿歌就把对方唱成了巴掌大的幼崽，然后还用奶瓶喂。我到底在看什么？这个世界不要太离谱。如果把这份报告交上去，0号监狱监狱长以儿歌安抚 S 级狂龙，使其退分幼崽形态，安宁老师会觉得我疯了，军部会觉得我在开玩笑，但事实就是事实。这个小雌性到底还有多少本事是我不知道的？这次有什么口味？这是给臭狗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上次偷吃的账还没算呢。告辞，小狱长还在家里等我。元帅，您一次都没留住过他，总有一次会成功的，不会的。小狱长，小爷才走了一天，你就有了别的崽，你抱着别的凶兽，你身上全是他的气息，你变心了！你有完没完？这是齐玄，那个 SS 级狂化蛟龙，我用儿歌把它唱成幼崽了，他现在是个宝宝，连话都说不利索，你吃哪门子醋？被嫌弃了，被一个巴掌大的崽子嫌弃了。他不喜欢温度高的，你离远点。来，小东西，喝奶，小爷喂你。
你干什么？你松开，小叶是来喂你奶的。要姐姐，他居然嫌弃我，他嫌弃我，一个巴掌大的崽子，嫌弃堂堂朱雀族 S 级少族长，还要姐姐，他管小狱长叫姐姐，是你姐姐吗？你就乱叫。姐姐，姐姐。小狱长，这个崽子讨厌我。他不喜欢温度高的和有毛的，你体温太高了。我有毛怎么了？我的毛比他的鳞片好看10000倍。叶棠，本少主来交使话费的，顺便在这吃一段时间。走地鸡，你家里的饭不好吃？本少主爱吃哪里就吃哪里，你管得着吗？家里那些白水煮肉和营养剂，我一天都吃不下去了。从0号监狱出去之后，我整整瘦了3斤，3斤，我的福气都瘦没了。走地鸡，你怎么又来蹭饭了？谁蹭饭了？本少主付了3个月的钱。哦，那就是交了保护费来投靠的。治好你！香姐姐，香。那个崽子是齐玄，深海英雄齐玄，好几百岁的蛟龙族长。对，被小狱长唱了首儿歌就变成这样了。现在天天管他叫姐姐，只让他抱，只吃他喂的东西。几百岁的蛟龙，装幼种，谁知道是不是装的？反正他讨厌有毛的，天天揪我头发。几百岁的人了，装什么宝宝？就是无耻。来来来，教你们打斗地主，规则很简单。我学过，上次小狱长教过一次。这种低级游戏，本少主看一遍就会。不可能！他怎么又赢了？一个巴掌大的崽子怎么打牌的？他连牌都举不起来。姐姐的，都给姐姐。百岁的老虎老蛟龙，读书这么好还装幼崽，无耻！哦！SS 级堕兽污染患者齐玄入院不到3天，恢复神智变成幼崽形态，跟监狱长打了一夜牌，还赢了其他2个 SS 级战力的禁闭。这个世界我已经看不懂了。新来的蓝星饲养员竟把失控的帝国少将当成小狗带回了监狱。叶棠，院长，齐玄的精神力崩溃值从97降到了72，动兽污染纹路退散了60%。他目前处于幼崽形态，神智基本恢复，能说话，能打牌，能精准揪人头发。你说什么？3天？这3天，就野狱长唱了首儿歌，外加1瓶灵力奶瓶喂养。那个奶瓶，我要看看。
瓶子里装的灵液，杜灵白露，帝国失传800年的灵液配方，一滴就价值连城。你这一瓶，安院长，您出多少钱？2亿星币，1整瓶。多少？2亿？你没说错吧？研究院的最高采购预算，这东西对精神力损伤的修复效果远超现有任何药剂，你愿意卖吗？啊？成交。2亿，那个奶瓶值2亿。杜灵白露，帝国失传800年的东西，他拿来喂一个巴掌大的崽子。这个败家死性！来，一人一杯，喝了对精神力好。一杯杜灵白露，至少值30亿星币。他就这么随手倒了3杯出来，跟倒水似的。这个败家的小豆芽！吃饱啦，那接下来该洗澡啦。是崽子有仇，他故意的。不喜欢毛毛的渣。小豆芽，你知不知道你手里那东西值多少钱？一滴3000万，你倒了1整杯给那个崽子喝。我知道啊，安院长花2亿买了一瓶，我都得试，不喝放着发霉吗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连话都没说。丑，你说谁丑？什么鬼东西？喝完杜灵白露就变臭了，这是排毒。小爷现在闻起来像个化粪池。适合你离我远点，去洗，去哪儿都行，就是别在我这儿。去火山温泉洗，用人姜泡，小爷可不能让小狱长嫌弃。野糖小姐，杜灵白露的后续采购，研究院想签一份长期预定协议，有多少要多少，价格不设上限。安院长您放心，管够，随时联系。失传800年的灵液，她竟敢说管够，这个小姑娘到底还藏着多少宝贝？帝国失传级别的修复圣品，一滴就能修复骨骼静脉的暗伤。她拿这东西给一只巴掌大的蛟龙崽子洗澡，1整瓶，都拿来搓泡泡，真浪费啊！给你了，你上次不是说打架伤了翅根，用这个泡一泡就好了，当是上次你送我珠宝的回礼。他心里果然有我。这可是价值不可估量的失传圣品。小豆芽，你娶本少主吧。不许，姐姐是齐玄的。走地鸡，你也被崽子拒了？你个几百岁的老东西，装什么幼崽？养1只、2只、3只毛茸茸还不够，现在连鳞片系的都来了。这0号监狱越来越像幼儿园了。嗷！又来！你放手！你个巴掌大的崽子！我堂堂天灵隼族少族长 S 级战力，被一个猫崽子大小的蛟龙崽子揪着头发从浴室拖到院子，说出去太丢损脸了。你凶姐姐！本少主什么时候凶他了？你让姐姐嫁你，姐姐不愿意，你还缠着她。这个巴掌大的崽子，管得倒宽！几百岁的老东西装什么幼崽？一个缩成崽子的蛟龙，也配教训本少主？
下去！老天，他在拔走地基的毛！小豆芽，你看看他拔了我整整37根飞羽，我都变成秃子了。齐玄，你怎么拔他的毛？他态度恶劣，逼你嫁他，我再教他做个好鸟。本少主什么时候逼他了？本少主是正式求婚。走地基，你求婚的方式是，你娶了本少主，财产都是你的。林寿，你说话从来不好好说，动不动就本少主长本少主短，一言不合就炸毛，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说过。你说这种态度，我凭什么答应你？好险！上次他只是揪我头发，没有拔我的羽毛，还好我比走地鸡听话。哇，好帅，好大，鳞片好漂亮。姐姐饿了。乖宝宝，姐姐给你做饭。3年，疗养院里3年，每天只有苦涩的精神力抑制营养剂。那东西像腐烂的海藻加化学药剂搅在一起，每一口都让我想吐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尝不到别的味道了。然后它出现了，一首儿歌，一瓶牛奶，我又能尝到甜味了。母亲，我被一只巴掌大的蛟龙崽子拔了37根飞羽。然后呢？小豆芽，叶棠，他拒绝了我的求婚。你觉得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蛟龙崽子捣乱。不是因为崽子，是因为你。林寿，你从小到大说话就刻薄，叫人家小豆芽，把每一次关心都包装成嘲讽，从来不肯好好说一句话。你以为这叫傲娇？在别人眼里叫不会做人。你知道野堂手里握着什么吗？猫风泽、杜林白露、归元玉骨叶，随便一样都是整个帝国趋之若鹜的无价之宝。多少贵族想把自家少爷塞到他身边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排队？母亲，你是让我放弃？我是让你去历练。你父亲在西北防线缺人手，去支援他。等你想明白了再回来。西北就西北，等我回来，我一定好好说话。小狱长的肉快吃完了，小爷打算出去打猎补一匹，你看着家。我也去。你巴掌大能打什么猎？你不带我，我就哭，哭很大声，把姐姐吵醒。这个崽子在威胁我。小狱主昨晚通宵打牌，只睡了3个小时，要是被吵醒，小爷死定了。行，你跟着，但不许拖后腿。你这体香怎么打的？那是毒蘑菇，你给小鱼馆吃毒蘑菇。姐姐会处理。500岁的老胡椒说会处理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小鱼馆什么神奇的事都干得出来。本宫是帝国4皇女洛莎染，齐玄的未婚妻，带本宫去见她。0号监狱不对外开放探视，你有探视许可吗？你是谁？让开！本宫要见齐玄。没有军部许可，谁都不能进。你确定要挡本宫的路4皇女殿下，请收手。
根据帝国律法及皇室婚约管理条例，3年前齐玄族长入院治疗后，洛什拉殿下您单方面向皇室提交了婚约解除申请。经女皇陛下批准，婚约已正式解除。您目前与齐玄族长无任何法律关系，不具备探视权。陆羽，四皇女殿下，0号监狱是帝国军事管制区域，未经许可闯入军事区域，并对军方人员动用能力，按帝国军法可当场拘押，请您离开。你们等着！陆上校，他会向女皇告状吧？会不会连累你？要不我辞职？安宁院长会处理，你安心做你的监狱长。四皇女洛塞莉，3年前齐玄被动手污染失去战力后，第一时间解除婚约。现在齐玄恢复了，又跑来认领，这种人不配。姐姐，送你。签子，好多品种。小狱长那是毒蘑菇，他非要摘的。谢谢宝宝，这个姐姐有办法处理。他怎么切得这么好？你当我500年白活的，什么没干过？500年的老黄瓜刷绿漆，装什么嫩？母皇，那个野堂不过是个双 FF 级废物，竟然敢拦我！陆羽目中无人，当着我的面拿律法压我。瑟琳，你去0号监狱做什么？女儿只是想探望齐玄。探望？3年前他被堕兽污染，精神力崩溃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3年前，齐玄为帝国挡了7天7夜的堕兽，精神力崩溃，神智失控。你做的第一件事是向朕递交婚约解除申请。签字那天你穿的紫金礼裙，因为明天你还有贵族宴会要参加。现在齐玄恢复了，你又跑去认领了。你以为朕老眼昏花，看不出你打的什么主意？母皇，女儿不是。就是活着的时候，你嫌他被污染了丢人，现在人家好来皇室的脸面放在哪里？从今天起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准踏出宫门半步。野堂，一个废物竟敢挡本宫的路！陆羽，本宫迟早让你好看！母皇进了我的族，但皇室有巡查地方军事设施的权利，我可以申请正式巡查。既然他想去，朕亲自带队，让他跟着。还有，把洛琳也叫上。是。想借巡查的名义再闯0号监狱，朕倒要看看那个让齐玄恢复神智的小雌性到底是什么来头。这就是猫薄荷。陛下，不必多礼。你就是野堂？是，陛下好。听说研究院给你出价50万一株？是的。50万？安宁那个铁公鸡，这东西的真实价值远不止此。朕出100万一株，这片田里所有的猫化鹤，朕全要了。洛琳，过来。母皇，从今天起，你留在这里，跟着野堂学种猫薄后，学不会不许回来。母皇，女儿也想留。瑟琳，跟朕回去。野堂姐姐，浇水要浇多少？3天一次，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。这草皮实得很，不用精养。野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开过好多项目，北极度假村，结果地基太滑，游客全摔了，赔了3个亿；火山溜冰场，冰面3秒就化了，又赔了2个亿；还有深海珊瑚养殖场，珊瑚倒是活了。创业思路是不是跟赤黄用朱雀真火生柴火灶一个路子？啊，你比小爷还离谱。我那些都是创新些，只是时代还没准备好接受我的超前理念。这不科学，我明明看了3本麻将教程。
怎么？皇女殿下，您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不打了，我要回去研究新策略。你欠的家务劳动，洗碗3个月，扫院子2个月，给猫薄荷田浇水1个月。我后悔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菌汤火锅啊！我活了23年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叶棠姐姐，我不走了，我要一直跟着你，你就是我的人生导师。少来，你连菜都种不好，还人生导师？你闭嘴！你这个满脑子只有蛋糕和打架的莽夫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根本配不上叶棠姐姐。你说谁莽夫？你这个亏本大王，赔钱公主！再吵，今晚的巧克力蛋糕和冰淇淋全部没收。皇室的人离我远点。我又不是洛斯莱，我是武皇女洛灵，跟她不是一个母亲。皇室都一样。宝宝，他不是坏人。姐姐，你不知道，500多年前，皇室强行安排我和洛家联姻，那时候我才不到100岁，连对方见都没见过，一纸诏书就把我绑死了。后来洛世林出生，我被告知她就是我的未婚妻。我抗拒了500年，500年从幼崽到青年到壮年，每一天都在被催促、被安排、被要求履行义务。然后3年前，我替帝国堵了7天的裂缝口，换来的是他第一时间解除了婚约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些。不用道歉，我只是不想再跟皇室扯上关系。以后没人能强迫你了，你在这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区区杂碎，也敢踏足北境？左翼佯退，右翼包抄，中间留口袋。第3军能量炮预备，开火！弟弟一个人就能顶住正面，我在后边负责收拾漏网的。这波北境稳了。总指挥，您已经连续40小时没合眼了，歇一会儿吧。别分心，曾兵，总指挥从受潮爆发到现在，只喝了3管营养剂，连坐都没坐下过。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。南 A 地基防线加固完毕了吗？正在施工，预计2小时完成。1小时。催。小野堂，母皇发消息过来了，南北庄县受潮物资消耗太快，之前从你这儿采购的猫叶帛加上研究院的残次品全部送到前线了，已经用完了。猫薄荷我这里存量充足，要多少有多少。真的？不光能猫薄荷，归元玉骨叶和杜灵白露我也能提供。前线伤员多，这2样比猫薄荷管用。你还有归元玉骨叶？那可是……别激动，先把物资清单列出来，我好准备。小糖糖别太紧张，受潮短则1周，长则1月。今年只是提前爆发的常规小型受潮，不算大的。优劣在北境呢，万一物资不够怎么办？小火鸟，你给优劣送去。猫薄荷让他每天吃，杜灵白露和归元玉骨叶他留一份自己用，剩下的分给前线伤员。放心吧，小糖糖 ，SS 级的臭狗不会有危险的。北境有幽冥那个蜂窝蛋在，出不了大乱子。你路上小心，送完就赶紧回来。遵命。他说的对 ，SS 级不会有事的。走，帮我继续准备物资。南疆那边的伤员也需要。小野堂，我跟你坦白，我零花钱输光了，账户里连1000星币都没有。这些猫薄荷和杜灵白露能不能先打欠条？猫薄荷不要钱，算我捐给帝国的。杜灵白露和归元玉骨叶按正常市价结算就行，不用像上次你母皇那样给我翻倍啊！正常价，亲兄弟明算账。小野堂，你这真的是杜灵白露1整瓶？研究院那边只有稀释后的10滴，还是传承了上万年的。你这一瓶，我真的付不起这个价。这样吧，受潮平定之后，你让你母皇批一套帝都核心地段的庄园过户到我名下，杜灵白露和归元玉骨叶的费用就算抵了。成交，
我现在就给母皇发消息。一套帝都核心庄园换几瓶杜灵白露，按市价算野堂亏大了，可他张嘴就是一套庄园。弟弟今天状态不错，比昨天多杀了300只。小糖糖让我监督你喝完，当场喝。糖糖准备的东西确实管用，这个你藏好，里面有归元玉骨液和糖糖准备的自热火锅，别让那只死猫和蜂窝煤发现。剩下那几大香茅薄荷是糖糖无偿捐给帝国的，你分发给前线伤员就行。替我谢谢糖糖。你自己跟他说去，小爷才不当传话头。优烈，你好臭啊，臭狗狗！只有糖糖能叫我狗狗，再叫一次试试。可是你真的很臭啊！我去火山温泉洗澡，你在这替我值守，不许走。凭什么？小爷还得回去陪小糖糖。行，你快去，洗快点。赤征少组长，你那个是什么？闻着真香。不给，这是我家糖糖给我的。我买，先让我尝一口，万一不好吃，我买了岂不是亏了？就一口啊！味道不错。给钱！我有说给你钱吗？这是你让我尝的，试吃。幽冥，你这个黑心肝，欺负老实鸟！哥，你连小孩子零食都坑。哥这叫让他知道社会险恶。话说回来，那个冰淇淋真不错，你下次跟你那位弟妹说说，多备几桶。给钱。咱俩亲兄弟。亲兄弟，明算账。弟弟啊，你就不能主动跟弟妹要几桶冰淇淋？你要了，他肯定给。你不爱吃甜的，哥帮你消化掉。双赢。想吃自己买。那哥出卖一下美色怎么样？你看我跟你长得像。万一弟妹也看上我了，我直接嫁进去当你弟妇，以后你吃什么我吃什么。糖糖答应过我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他不会再娶其他受妇。什么？七主娶受妇要征求你的同意？这帝国哪条律法写了这个？不是律法，是糖糖给我的偏爱。活了快40年，第一次见到雌性主动给雄兽否决权，这种偏爱，难怪这小子死心塌地。这狼崽子手里有否决权，我之前抢他火锅压榨他劳动力，万一他在野堂面前说我坏，我连入场的门槛都没有。为了以后的幸福，必须立刻改变态度。幽莲，你作为帝国第4位 SS 级战力，这点粗活让手下人干。昨天还说我业务生需要从头练起，今天就说把精力放在防线上。是。你抢弟弟的东西，像话吗？元帅疯了，平时不是他抢的最起劲吗？小糖糖，小爷被欺负了。幽冥那个黑心肝骗小爷的冰淇淋，说好了只尝一口，一整桶全给炫完了，还说是试吃不给钱。不就是冰激凌吗？乖，这里多的是。优烈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没有，还挺好的。那只臭狗威风得很，一个人就能顶住正面。小糖糖，小爷辛苦了，飞了好几千里给你送补给，还被幽冥欺负，你亲亲小爷好不好？他亲我了，他亲我了，他亲我了。我也是姐姐的受妇，我也要亲亲。你不是，
你前未婚妻的婚约还没了结，你会给小堂堂招惹麻烦。我去剁了他。那倒也不至于。我一个被全帝国叫了30多年莽夫的人，此刻居然在劝别人冷静。跟这条老蛟龙比，我简直是文明社会的模范公民。姐姐，齐玄乖乖。小唐，你要对我负责。你给幼崽形态的我洗澡，什么都看光了。你装幼崽骗人！你500多岁了，你还好意思说什么负责？你比小堂堂的祖奶奶还老。小红毛，你想嫁好雌性还要脸吗？哼，这是我跟堂堂的事，要你管。我宋维宇是他不知道习俗先收下的，住进0号监狱是死皮赖脸赖着不走的，嫁给他是半夜飞回老巢逼爷爷签的出狱证明。好像确实要脸跟嫁好雌性不可兼得。我是渣女，概不负责。而且我已经有优劣和赤环了，不想再增加受缚。帝国规定，雌性至少要有3个受缚。好像已经有第3个了。苍魔那条鱼，我摸了它的鱼尾，收了它的鳞片，按海渊王族的习俗。那我当第4个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喜欢圆毛排第1，其次扁毛排第2，鳞片嘛排最后。所以战神大人，不好意思了。你要是不娶我，我就跑到城墙门口打滚，滚1万次，说你始乱终弃，败坏你名声。随你啊，名声在外，有好有坏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变态。我的陪嫁堪比帝国国库。要是我没算错，你这段时间喝的杜陵百露，至少值2个国库了吧？战神大人，你要是真想进门，去北境找优劣，他和小堂堂说好了的，他同意你才有门。行，嘿嘿，让优劣那只心机狼去对付他，一石二鸟。战神，活的，军部副帮都拟好了，他不是被剁手污染了吗？恭迎战神！小狼崽，我想嫁给小唐，你点个头。堂堂若是真心喜欢你，我没意见。那我先证明自己。这战神是来求婚的，看样子是。小猫仔，就是你压榨我优劣哥。那些堆积如山的任务有一半是我签发的，但哪有怎样？谁让他不给我机会？优劣哥，战后工作多不多？我帮你干。优劣哥，记得跟小唐提我。战神大人，您找点正事做。冰潮刚结束，后续工作堆积如山，包在我身上。这战神要是真嫁进来，军部以后都不用加班了。辛苦了，好好休息。枕边风还没吹就有这效果，效果斐然。优劣，说句实话，野堂身怀至宝，猫祸业杜陵白露归元玉骨业消息迟早会传出去，到时候各方势力觊觎，你和赤恒能护住他吗？元帅，你想追求堂堂，先突破 SS 级再说。白虎一族势力庞大，景耀品行端正，而且堂堂喜欢圆毛，景耀的外形绝对过关。他要是突破 SS 级，可以成为保护堂堂的可靠战力。我知道小唐喜欢圆毛，优劣哥，你掉毛不？掉的毛全给我，我做一件皮草大衣，穿上就是圆毛了。你在说什么？被一头500多岁的蛟龙讨要掉毛做皮墙，别太离谱啊！优劣哥，你就帮帮我嘛！堂堂和赤环都同意，我就不懒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优劣哥，回去你一定要帮我在小唐面前说好话，知道吗？赤恒撒娇是视觉冲击，齐玄撒娇是精神污染。真想现在就见到堂堂，这有什么难的？老壁虎，你就这么欺负我家优劣，从那么高扔下来？他在北境天天加班，好不容易回来，你还在家门口扔他？我没，不是，我好心带他飞回来。扔了就是扔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没有，堂堂，战神没有欺负我。
你瘦了好多。先去洗澡换衣服，我给你做饭。几天前他还温温柔柔叫我小气旋，又是喂奶又是搓澡，现在就因为扔了优劣一下，直接降级成了老壁虎，这偏心也太离谱了。小红毛，优劣已经松口了，你也同意我进门吧？我不信，有证据吗？他亲口说的，只要糖糖喜欢我，他就不反对。哦，那我去找小糖糖确认一下。是韩哥，最帅的小火鸟。战神，你要是真进门，你那个前未婚妻不会放过小糖糖的。小糖糖没有家族依靠，精神力 FF 级，洛世安嚣张跋扈，还有皇室背景。你要是强行了结婚约，帝国会追杀小谈谈，到时候我们统统变成流浪兽。你500多岁无所谓，小糖糖才18岁，你想让她后半辈子在逃难中度过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给我留口饭，我去就回。这条老蛟龙处理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，希望他别真把洛孙郎剁了。洛昭华，本战神跟你聊聊。3年前的事，皇室对不起你。洛西安单方面解除婚约，是他不对。我来不是听道歉的。3件事：第一，看好你的老四，他要是敢找野堂的麻烦，我立刻剁了他。你的继承人就少一位。好，我会严格约束他。第二，给野堂涨工资。他这次无偿捐了那么多猫盒给帝国，你当女皇的不能让人寒心。回去就让安宁给他翻倍。第三，洛昭华，你挺英明一个人，怎么生了一窝子不成器的？你有没有考虑过趁现在还年轻，再生一个合格的继承人？你是活腻了吗？而且你那些皇夫，是不是背着你搞了什么名堂？你那几个女儿10几个儿子，没一个德行像你的。你当年可是继承人里最出色的。齐玄，又或者说，是不是你的皇夫们把孩子给你调包了？这种事我虽然没亲眼见过。你够了。行吧，你慢慢想，我走了。甜豆减半的，你不爱吃太甜的，我记得。糖糖，辛苦了。优劣，你能待多久？元帅给我放了1个星期。才1个星期啊？干脆我辞职不干了，去北京陪你。反正我现在有钱。小糖糖，北京的鬼地方天寒地冻，风沙又大，住的是行军帐篷，吃的是营养剂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。我不能让你跟着他受苦。北京还有幽冥天天蹭吃蹭喝，景耀也是。你去了，他们能把你当免费食堂。好吧，好吧，快吃吧，都凉了。小糖糖，我也要你夹。那给你。小红毛，让你给哥留一口。老战神，桌子上一大堆肉，你非得抢小爷的。抢了又怎么了？小糖糖他欺负我。那个小糖，我就跟小红毛开个玩笑，你看我把肉都还给他了，还多加了羊排。大欺小，赖哥宝，加一个甜品，心情好点没？哼，不要脸。对了，皇室那边搞定了，我刚飞了趟皇宫，跟洛昭华聊了聊，洛思雅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洛昭华还答应给你加工资啊？又加？这样的老板能不能批发？我的朋友很需要。小唐，娶我当首夫，整个帝国你横着走。我跟你说，当年我在深渊海战独占3头灭城级舵手，那一战打了整整7天，海浪都被我劈成2半。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。我的库房里堆满了奇珍异宝，你要是娶了我，那些全都是你的。我还有好几座海底行宫，珊瑚造的，冬天暖和，夏天凉快。吃饭，别说话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蛟龙族的势力版图，那可是横跨4海。我当年封印海妖的时候，战神大人，您不累吗？战神大人，我有个问题，你们海族300岁算成年，你100多岁就独自去镇守南海封印，
是不是组里的人嫌你话太多，才赶你去的？那些老头子站在岸边朝我挥手，脸上的笑容像是如释重负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那当然不是，本战神是主动请缨，为了大义，为了……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喜欢话太多的。我控制不住啊，小唐。你知道我独自守南海封印守了好几百年，偌大一片海域只有我一个活人。我跟礁石说话，礁石被海浪磨平了棱角。我跟海鸥说话，海鸥嫌我吵飞走了。我跟海藻说话，海藻飘到别的海域去了。战神大人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，连表白都不敢的雄兽就是窝囊废。小红毛，本战神一看就知道你是可塑之才。对对对，小爷相中小糖糖了，直接送为语，管他喜不喜欢呢。很吵，对不对？我家乡的麻雀都没他们话多。我们进去休息吧。哎，他们人呢？不好，小爷的地铺！优烈，你个心机狼，趁小爷不在都爬上去了。糖糖喜欢靠在我身上。小火鸟，别闹，你太热了。小唐，我蛟龙族天生低温，鳞片自带降温效果，抱着绝对比它舒服。试试不要钱，离小糖糖远点儿。小气鬼，试试又不会少块肉。熊兽心海底针，说翻脸就翻脸。果然，本战神最讨厌带毛的凶手。哼，看天气凉了，你怎么跟小爷争？到时候小爷就是行走的暖炉，小糖糖会主动往小爷怀里钻。天冷了，抱你睡。这还差不多。怎么了？地震了！韩州指挥官在南疆抵御兽潮时精神力彻底崩溃，被剁手重伤了，刚送过来，情况很危险，比齐轩当初还要严重。野狱长，你千万别贸然靠近观察区。他伤成什么样了？该担心安全的不是他，是我自己。这伤势比我打海战还重，这只豹子命挺硬。一次普通兽潮，怎么会这么严重？南疆只有韩州一个 S 级战力支撑，蛇族各部落内斗严重，谁都不愿出力，各家守各家地盘，兽潮来了宁可后撤也不愿支援邻族。韩州调不动人，只能自己顶上去，一个人包揽所有军务和前线作战，才透支精神力，重伤暴走。小唐，无论你娶不娶本战神，本战神都跟定你了。现在是说这个时候吗？野狱长，你有办法吗？我试试。夜躺着花里面，杭州人正忙死了，忙死了，忙死了！小糖糖，你当着兽夫的面摸别的雄兽，原毛就是这么讨心吗？好可爱！小糖糖，你摸摸我嘛，我的绒毛可软了。3只 S 级战力化成幼崽形态，为了争七主的宠爱，在2号观察区里打架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陆上校，南疆那边现在怎么样了？还能撑住吗？
我没有权限过问南疆防线的具体部署。战神大人，你现在战力恢复了，帝国没有退休制度，你作为帝国战神，享受了这么多荣耀，南疆现在缺人，你是不是该去发光发热一下？不干，除非小唐答应娶我。齐玄，你不要脸！你拿南疆百姓安危道德绑架小糖糖。糖糖，别理他，我可以去支援南疆。就是，小爷也可以去打仗。我答应过你们，你们不同意娶的受夫，我不会娶。小野堂，南疆防线快崩了，韩州重伤撤离之后，第4军队元帅也阵亡了。齐宣已经过去了，战神虽然去了，但他一个人撑不住整条南疆防线。蛇族各部落本来就不团结。吴殿下，我去。北境受潮已经平息，南疆缺的就是能稳住防线的人。那我也去。南疆还有朱雀族的地盘，小爷有几分责任心的。小糖糖都说了，剁兽不灭，何为家为？小爷身为他的受夫，怎么能躲后方吃蛋糕？胡殿下、陆少将，糖糖就拜托你们了。够多了，不许受伤，早点回来。小糖糖，等小爷回来。小野堂，差点忘了，母皇让我给你送东西。黑卡里有10亿星币，母皇从皇室司库拨的。上次你说用庄园换杜林白鹿，我挑了好久，这个你应该会喜欢。等优烈和赤皇从南疆回来，一家子搬去庄园泡温泉，完美。是我谢谢你才对。上次受潮你捐的猫百草，还有这次南疆的物资，母皇破天荒夸了我一回。你知道他上次夸我是什么时候吗？是我刚学会走路那年。你以后别去创业，我想你母皇还会继续夸你。可是我想挣钱啊。挣钱的路子有很多，别异想天开，搞骚操作就行。你不是在学种猫鳖荷吗？他们都养不活，母皇也养不活，就我养活了。那你可以搞猫薄荷大规模种植啊，但价格要打下来，让每个在前线拼命的普通士兵都用得起，从根本上减少精神力崩溃的案例。小野堂，你这想法跟我母皇有得一抄，该不会你是我母皇流落在外的亲骨肉？你这个脑洞真是祖传的。我们去做个血脉鉴定吧。小野堂，你为什么会被赶出来啊？我精神力太弱了，家族嫌我丢人。你是什么家族的？野家。盛产高阶雌性的野家，他们把你赶出来。3岁检测是 F 级，几个月前2次检测是 FF 级。你觉得野家会容得下一个连 F 级都安抚不了的废物？那你的兽型呢？无尾狐喽？画不了，我太弱了，连一根尾巴都变不出来，也完全不记得我父亲是谁。这就更可疑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做血脉见证，去至尊拍卖行找我阿爹。阿父，我带朋友来做血脉鉴定，我怀疑她是你流落在外的亲女儿。叔父您好，小小礼物。哼，洛莹，你给老子站住！不孝女，老子给你母皇戴绿帽子，老子有几条命够你母皇砍的？阿父，我认真的，你看看小野堂的眼上。你再说，洛莹，绿帽子。阿父，测一测嘛，就一滴血的事，测完我就死心了。测。
真不是啊。你爹没给你母皇戴绿帽子，你很失望？没有。阿父，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件事，能不能批1亿给我种猫会合？没钱。这是杜陵白鹿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小唐啊，你跟我同为狐族，测血时都有反应，这就是天定的父女缘分。你认我当干爹，至尊拍卖行就是你最大的靠山。无限额金卡，至尊拍卖行旗下所有产业一律5折。叔父，这个……你不会忍心伤害一个年老体衰的老人家的心吧？干爹。哎，好闺女！干爹，来得匆忙，你收下吧。至尊拍卖行10%的股份转让书，你签一下。要不是我，你能有这干闺女吗？算你这几十年的败家仔没白当。小红毛不错嘛，小爷可是朱雀少族长，你可别落后哦。姜还是老的辣。各位族长，齐玄战神知道吧？帝国战神亲临南疆，战后他会亲自登门清算见死不救的部落，皇室管不了他。赤幻少族长知道吧？帝国第一莽夫，以他脾气烧了你们蛇窝，帝国也拿他没办法。出兵还是不出？出！就是你们欺负朱雀族老士，按兵不动是吧？赤寒少族长，我们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你说说你，胸大无脑，码个砖墙都不会。你祖宗是蚯蚓吗？只会钻洞。那边那个小花泥鳅，砖是这么码的吗？歪成这样剁，兽还没撞，自己先塌了。优烈哥，今天我帮你监督了一整天，你看我多乖，你就答应让我进门呗。说了，堂堂喜欢你我就同意。那你掉的毛可以给我做皮草吗？我上次是认真的。战神大人，我不掉毛。还有，堂堂是偏爱原毛没错，但他也不是完全不接受鳞片。你看苍猫，他摸了人家鱼尾，还收了鳞片。真的？真的。优烈哥，谢了。小狼崽，你跟我说说，你怎么认识小唐的？精神力崩溃，连夜从军营跑出来，在森林里闻到烤兔肉的味道，抢了他半只兔子，然后他把我当野狗，在他身边装了将近1个月。小狼崽，你也挺豁得出去啊！堂堂帝国少将，在一个刚成年的小雌性面前装了快1个月狗，不豁出去，我哪里有现在？那些雌性看我的眼神，要么是看战利品，要么是看权势。只有小唐，纯喜欢我的幼崽形态，变小了会抱在怀里喂奶，变大了会嫌弃我话多。他扔了优劣一回，就敢叫我老壁虎，半点不因为我是战神就给面子。小狼崽，你真能接受这么多雄兽抢七啄？你心里就不酸？说不酸是不可能的，但堂堂给足了尊重，这是我见过的雌性里唯一一个做到这样的，所以我愿意。而且堂堂的能力迟早会暴露在公众面前，那些隐士家族凭我和赤恒没有把握能护住他，所以我不介意有更强大的雄兽进门，前提是堂堂真心中意。这小子比我想象中还通透，没想到他这个小心眼
为了堂堂竟然如此大度。志桓哥，一只500多岁的蛟龙对我歪头撒娇，这跟我当初学幽猎卖萌被小堂堂嫌弃一模一样。这不是卖萌，是精神攻击。唉，战神，你不要这么折磨小爷，好好说话。赤泉哥，你就同意小弟我进门呗。幽猎哥都同意了，咱俩在战场上配合多默契。你放火，我喷水，天生一对儿。小爷不同意，你年纪一大把，老牛吃嫩草。赤泉哥，渴不渴？饿不饿？小弟给你按下翅膀。啊！小爷受不了了。小爷同意了，行了吧？同意了，别烦小爷了，求你了。世航哥辛苦了。啊！怎么会有比小爷还不要脸的凶手？你个心机狼，当初在北京是不是就已经被他折磨过了？你知道他要来这一出，你也不提醒小爷。我提醒了你也还是会碰上，不如让你亲身体验一下。当初他在北境缠了我好几天讨掉毛做皮草，现在你被缠了好几天，兄弟俩扯平了，有难同当。什么有难同当？你分明是故意的！参照北境防线规则，起草南疆联防协议，受潮期间必须无条件出兵支援邻族，防区物资同鸟一带安全保障。什么有难同当？你分明是故意的！我们要向帝都申诉。如果你们听不懂我幽猎哥的道理，那本战神也略懂一些拳脚。记住了，他们身上的伤有一半是因为你们见死不救。以后受潮再来，你们青蛇族顶在最前面，退一步小爷烧一条尾巴，退2颗烧一窝。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老乌龟，别睡了，出来干活，替我去南南镇几天场子，我要回去嫁人。你终于开窍了，快起床，别耽误本战神的人生大事。小苍狼，你居然突破 SS 级了！苍狼族没有神兽血脉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嫁到好雌性了呗。啊！我的小糖糖呢？我那么大一个小糖糖呢？靠！那个心机狼又抢先了。原毛的就是讨厌。小唐，他们都同意我进门了，你就娶了我吧。你们真同意了？他挺强的。小糖糖，你是不知道，他在南疆天天追着小爷叫哥，小爷上厕所，他都在门口等着。小唐，虽然比他们年长，但年纪大会疼人啊。500多岁都没嫁出去，肯定软件硬件都有问题。战神大人，您比女皇都年长，对糖糖下手合适吗？苦等500多年才心动，这叫天定良缘。闭嘴，吵死了！齐玄，我没同意娶你，就算要结寿印，也是先跟我家优劣和小火鸟结，你靠边站。听见没？靠边站。行了，别吵，一起睡，床挺大的。可恶的4脚原毛兽，都靠着原毛讨人喜欢。普通雄兽没有雌性安抚精神力崩溃了，有钱的进疗养院，没钱的直接去执法部申请强制回收。帝国补1笔抚恤金，够一家30年吃喝。好多家庭巴不得领这笔钱。弱肉强食。小野堂，我1个月才3000星币零花钱啊，你月入30万。
你把猫货了种好，能赶上我的。当初我要是不把那瓶杜林白露整瓶给阿父，拆分成几滴卖给他，我就不用这么穷了。我当时又没拦你。哼！母皇批了几块地给我选，城东离水源近，城南日照长，北边地势平，研究用说城东最好。我看那块黑不溜秋的就不错，研究院评估报告上写着不建议开垦啊。研究院种活过猫化河吗？没有。那你听他们的还是听我的？听你的。饿了吗，小猫咪？每次看到你把杜林白露当水喂，我都想给帝国国库磕几个头。你管它叫杜林白露，我管它叫瘦奶，不值钱。我跟你绝交3秒钟。这地方真不错。主卧给优劣，靠院子那间给赤轩，客房先空着，刚刚好。满意吗，小猫咪？你们也别闲着，帮忙把草除一除。是，野堂小姐。小韩粥，等会儿吃，还没熟哦。小野堂，你这么大了，为什么没见你提起受夫候选人以外的追求者？你身边男的这么多。说实话，烦都烦不过来，哪有心思想别的？唉，我三皇姐可花痴了，你家优劣可能不太安全。上次优劣受勋穿着少将制服上台，我三皇姐坐前排眼睛都看直了，还好母皇在旁边咳了一声把她瞪回去。而且我大姐被寿夫家族牵着走，二姐娶的全是打架认识的拆迁队，三姐花钱砸人嫁进门，四皇女洛穗莎苛待自家寿夫。只剩我一个单身孤零了。结了寿印，命脉相连。你攻击寿夫，他们没法反抗。要解除，只有妻主主动解除，或妻主自然死亡。如果妻主意外暴毙，寿夫也跟着死。所以很多雄兽宁愿受精神力崩溃折磨，也不愿意嫁人，嫁错了就是一辈子。难怪齐玄单了500多年都不敢嫁，难怪韩州的父亲敢开出5亿天价聘金，不是卖儿子，是知道结了印就绑死了。加薪了啊，女皇能处。他给陆羽发消息，告知今夜留宿庄园，韩州随行，不返回监狱。小韩州，一起泡呀！猫科怕水果果然刻在基因里。要是有人给我按按肩膀该多好。优劣，糖糖，力道怎么样？优劣，你个心机狼，放开小糖糖！小唐，我蛟龙族天生低温，按摩比他舒服。你离小糖糖远点儿！来嘛来嘛！5亿星币聘礼啊，听起来挺吓人的。但杜林白露按滴卖1滴10亿，我一天给毛茸茸们喂掉的量够取好几个韩州了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。糖糖，你想娶韩州吗？小糖糖，你要是想娶她，小爷同意。不过你答应小爷，先跟小爷结寿印才能轮到她。我还没说呢，你们就替我答应上啦。这身黑毛多帅啊，阳光底下泛着幽蓝色光泽，哪里不祥了？不过说真的，我现在养着1只狼1只鸟，或许还有1条人鱼和1条蛟龙要进门，我的后院快要失火了。
堂堂，韩州很有责任心，而且他很黏你。5亿我虽然出得起，但我也不是冤大头。再说了，他还是个小幼崽，愿不愿意嫁我还难说呢。你们就别替我张罗寿夫了。堂堂，你很好，没有凶兽会不喜欢你。就是，小堂堂天下第一好。你们就不担心新的雄兽进门夺走我对你们的宠爱？不担心。小爷担心啊，可是又觉得小堂堂不是那种花心的兽，你不会不要小爷的，对吧？不会，永远不会。我堂堂帝国战神，软磨硬泡，死缠烂打，给优劣当了好几天苦力，追着赤军叫了无数声歌，才让那2个小崽儿松了口。结果那只小黑猫什么都没做，往床上一趴，眼睛一眨，他们就点头同意了。凭什么？你说本战神哪里不如那只小黑猫了？他连话都不会说，本战神至少会说话。他黑不溜秋的，本战神这身鳞片可是会发光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明明小唐亲口说过我鳞片漂亮的，在给我搓澡的时候从头摸到尾，每一片都夸了好几遍。现在嫌我年纪大，可在海族里我正值壮年啊，500多岁跟陆地兽人30、40岁有什么区别？我这么大的家当，还那么能打，还管优劣赤寒2个小轿子够哥，他们怎么这么没良心？而且那只小黑猫凭什么后来居上？本战神的陪嫁比那只小黑猫的聘礼贵1万倍，本战神的战力是他的好几倍，本战神的寿命比他长10倍，他凭什么不用考察期？战神大人，你能别念叨了吗？你同意娶我，我就不念叨了。既然他们同意了，那给你一个考察期总行吧？行。小唐，你先拿着，这是南海灵脉的矿沁，这是蛟龙族秘藏的千年珊瑚。夜明珠，你随便拿去镶墙缝。停，只是考察，不要试图贿赂考官。小唐，我跟你说，海族兽人跟陆地兽人的年纪算法不一样。我虽然听起来活了500多年，但按陆地兽人的算法，我跟那只小红毛差不多大。海族300年才成内，我100多岁去守南海，相当于陆地兽人10几岁。你不能用陆地兽人的标准算我的年纪。我没嫌你年纪大啊。那你为什么给我设考察期？那只小黑猫就不用。赤环也有考察期啊。哦，那没事了。不对，那只小黑猫为什么没有考察期？他又没说要嫁给我。还有，你也没给我安排住处，我整整1夜蹲在门口。小唐，你的卧室看起来就很不错。滚！老壁虎，小爷才睡1天你就想爬上来？小红毛，本战神现在可是小唐的预备首富，考察期也是首富，只是还没转正。你拦得住一时，拦不住一世。小爷反悔了，小爷不同意你进门，你那录像不算数。你亲口说的你同意了，高清画质一字不差。本战神存了好几份配分。优劣，你知道他有录像，为什么不提醒小爷？谁让你经不起磨？当初他在北印缠了我好几天讨掉毛做皮草，现在你被缠了好几天，兄弟俩扯平了。你个心机狼，就会宠好人。小红毛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母亲是只白孔雀吧？你怎么是红毛啊？白毛丑死了，杂毛，尤其是杂毛的那种。那按照血脉弱势一方受孕的天地法则，你父亲是 S 加级朱雀，你母亲是 S 级孔雀，该你母亲孵蛋才对，怎么是你父亲孵化的你？上次跟爷爷提过，我父亲指天发誓说没有外面的妻主，也没有什么秘法，就是自然受孕。
我爷爷想了半天也没想通。朱雀是纯正神兽一族，除非你母亲也是神兽，否则任何秘法都不可能让你父亲成功复化，不是靠灵丹妙药能逆转的。100%你的母亲另有其人。哼，白剑侠肯定给你父亲下药了。跟你父亲结收印的另有其人，白剑侠给你父亲下药了。这种情节在蓝星的小说里都很常见。你们俩不会说真的吧？小红毛，你知不知道你那个蜂窝没准哥哥10几年前追鲛族的小雌性，被吊在椰子树上吹了3天海风？那个黑心肝让他骗小爷的冰淇淋，让他抢优劣的自热火光，报应啊报应！要拷贝一份带回朱雀族老宅给爷爷看。你给苍墨大人喂的什么东西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是帝国 S 级疗养师，我有权知道。赞助你5块钱，去帝国精神科挂个门诊。我旗主说你没资格，你耳朵聋吗？陆羽，这就是你的手下，对帝国 S 级疗养师这个态度。陆羽，让他们滚，请吧。你觉不觉得挺神奇的？那个小雌星一点都不受苍墨大人威压影响，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一点精神力变动都没有，却完全免疫 SS 级威压，说不定是传说中的 SS4 级精神力，只有 SS4 级才能做到。赤恒不可逆的伤势被他治好了，多名崩溃高阶雄兽全部康复，猫薄荷也出自他手。全都给我闭嘴！他要是 SSS 级精神力，会在那个破监狱当保姆吗？派人去查，如果是尹氏家族的小资姓，我们惹不起。你说猫荷叶可能出自那个小资姓之手，小道消息，还没证实。如果是真的，你必须跟他交好，从他手里获取猫薄荷的独家工艺，野家就能借这一东风再上一层。现在前线将士都靠研究院配发，数量极少。如果野家掌握了这条渠道，联姻条件就不是雄兽说了算，而是我们说了算。知道了，母亲。老师，0号监狱那个小雌性是哪个家族的？帝国机密，不是你能打听的。他是尹氏家族的吗？你且当他是吧。报告，野堂无登记家族，无完整公民档案，仅由陆羽直接聘聘，所有薪资档案均不加密，无从查起。在没查清楚之前，按兵不动，不可招惹他。多次借巡查、调数据等理由前往0号监狱，全被陆羽阻拦，始终见不到野堂。小狱长，我来嫁你了。你先出来，把话说清楚。你摸了我的鱼尾，我身上有你的味道了，我不干净了，别的雌性不要我了，你对我负责是应该的。我就摸了你一下，你天天泡水里，泡也泡没了，好不？你不娶我，我成了没人要的人鱼了。我娶还不行吗？你不愿意，我不勉强的。操，又被拿捏了！这些雄兽为了嫁人，真是什么招都使得出来。齐轩说不娶她就去城门口打滚，赤鹰说要死给我看，现在苍茂连不干净了都说出来了。完了，我怎么就答应了？那条人鱼一掉眼泪，我脑子就短路了。优劣和赤恒还不知道呢，我明明答应过他们，不经过他们同意就不娶新的兽妇。这下好了，先斩后奏，回去怎么交代？不行，要是他们知道了，一定会生气。老天奶美色无人啊！现在好了，我变成渣女了。糖糖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了？小糖糖，是不是苍魔欺负你了？
小爷去刮了他的鱼鳞。没有，就是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情，你们能原谅我吗？小糖糖，你不会是不打算要小爷了吧？那不行，你不要小爷，小爷死给你看！不是，跟你没关系。那是什么？小糖糖，你能做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？我没经过你们同意，答应了娶苍猫。糖糖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。苍苗他本来就是你的首夫，你摸他鱼尾的时候，我看到了。嗨，小爷以为多大事儿呢？苍墨本来就要进门的，小爷早就知道了。他走的时候那个眼神，跟小爷当初一模一样。你们不生气？不生气。娶不娶首夫本来就是妻主说了算，你能尊重我们的意见，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偏爱了。只不过小糖糖，你得先答应小爷，无论如何不能不要小爷。那只小毛崽不是你受服，不许进卧室。那条鱼还在池子里泡着，更不许进来。你安排的倒挺明白。那是，小爷可是最有规划的朱雀。对了，糖糖，南疆的善后工作还没做完，我明天还得回去一趟。我也得去。齐玄那个老壁虎虽然请了灵老坐镇，但万一那群蛇族又偷懒欺负我的族人，那可不行。你们注意安全，不许受伤。受伤了就用杜灵白露，别省着。这些戒指里装的物资够你们用半个月的。小糖糖，小爷记得你一开始可财迷了。刚开始投喂的时候，竟要加钱才吃上好的，我们紧随其后。那只走地鸡死犟不肯掏钱，吃了半个月营养剂。现在倒好，一出手就是好几个国库的东西。糖糖一直都很大方，从遇见糖糖开始，吃饭就没掏过钱，我的待遇一直都是最好的。就是我哪里财迷了？我明明是最大方的。臭狗！韩州，我们不在，你要保护好小谈谈，知道吗？虽然你还没恢复，但小爷相信你听得懂。有可疑的人靠近就大声叫，别像平时那样闷不吭声的。还有，不许趁我们不在独占小糖糖的怀抱。你现在只是幼崽，幼崽要有幼崽的觉悟，不能偷偷爬床，不能半夜钻被窝，不能……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们这群原毛怪就是心机狗！齐玄那个老屁股撒娇的时候，你好歹拦一下。这只黑毛豹子，你从头到尾都没凶过他。小野糖活了，都活了！那块黑土地太神奇了。我雇的人把杂草除完之后撒了种子，才几天就冒芽了，比研究院那批长得还快。你别激动，来吃饭。小野糖，我爱死你了！我为什么不是雄兽啊？我也要嫁给你！你别闹。这只豹子体型缩小了，气势怎么一点没减？看野糖的时候明明又软又萌，还会打呼噜，到我这里就是这种让人腿软的眼神。双标，双标的豹子。能量罩已经覆盖了整片种植区域，很快就能实现猫波河自由了。那大批量上市以后，会不会引起麻烦？应该只会影响野家。万年来，雌性出生率远低于雄性，野家是帝国为数不多雌性多于雄性的家族。他们靠这个优势在联姻市场上坐地起价，要求天价陪嫁。猫灵盒一旦普及，雄兽有了替代安抚的选择，野家那套就玩不转了。那必须大力推广，最好是把野家的钱袋子掏空。我接管了这具身体，继承了原主的记忆，就有必要替原主讨回这笔债。不需要多么激烈的报复，只需要让野家的天价陪嫁彻底变成笑柄就够了。对了，小野糖，你最近不要出0号监狱。
怎么了？野柔云和野百合已经安排了眼线，守在监狱门外盯梢。野百合前几天在这里吃了那么大的亏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野柔云又是个笑面虎，表面不动声色，背地里手段多得很。还有我，小狱长，你答应娶我了的，保护妻主天经地义。这是我的嫁妆清单，海原王族的库房我已经清点过了，还有一些母亲留下的东西，都列在后面。这些够了，太多了，你把自己带来就够了。影像跟真人完全是两码事，这张脸简直是造物主偏心到极致的产物。深蓝色长发还带着水珠，皮肤白得几乎透光，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像是把整片深海都揉碎了装进去的。五殿下，你口水滴碗里了。啊，有吗？你逗我？没有。小野堂，他欺负我。他现在是我家的鱼了，你让着点儿。有了新欢就忘了旧友。小狱长是先认识的我，你才是后来的。你老牛吃嫩菜，这条人鱼都300多岁了吧？我是海族，按陆地兽人的年龄折算，我才28岁。你才是年老色衰。你说谁年老色衰？你。小野堂，你管不管你家鱼？曹沫，别欺负洛灵。是他先说我老的。这条人鱼的攻击力满级，洛灵完全不是对手，偏偏告状的时候还能装得这么无辜。小野堂，海族的雄兽心眼子最多了，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这个我看就不行。可他实在貌美。可是你家优劣和赤亨长得也是1等1的好样貌，你不该如此没出息。他们风格不一样，优劣是沉稳可靠的大型狼犬，赤汤是粘人爱撒娇的小火鸟，苍魔是清冷傲娇又会脸红的美人鱼，齐玄是死皮赖脸又战力报备的龙形壁虎，韩州是平时冷若冰糖，变小时软萌到发根的黑猫。我自认不是什么花痴，但0号监狱里这几只，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颜值天花板，还一个比一个会撒娇，你说这谁顶得住？你这人生赢家的样子，我也想娶受夫了。等毛欢堂种好了，我要娶最好看的，原毛的，毛茸茸的，抱着可舒服了。你看韩州怎么样？不要，先不说他家要5个亿聘礼的事情，就这只豹子这个性格，刚才我就想摸他一下，他那个眼神差点把我瞪出心脏病。我要是娶了他，每天对着那张冷脸，我怕我活不过试用期。小野堂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直接让陛下宣布韩州战死了，然后给他家族500万抚恤金就行了，这样他也能脱离家族，自己好好生活了，不是吗？你干什么？我跟母皇说啊。你这好歹尊重一下当事人的意见吧，万一韩州他不愿意脱离家族呢？那毕竟是他的家族。韩州，你想不想脱离那个吸血鬼家族？只要你点个头，我立马去跟母皇说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大概是懒得理你，等他恢复人形了再问呗。现在他意识形态完全就是小幼崽。小狱长，你是不是把我忘了？没有，怎么会忘了你呢？你心里只有原毛是吗？不是，鳞片也好看的。我没有只喜欢原毛，你的鳞片也好看，你的头发也好看，你整个人都好看。小野堂这后院比皇宫还精彩，
一个动不动就红眼眶的美人鱼，一个冷若冰霜只对他卖萌的黑豹指挥官，再加上外面那3只，娶寿夫这件事得从长计议，至少得先跟野堂学端水技巧。你还不走？我住这里不行吗？我还欠着野堂好几个月的家务呢，洗碗、洗衣、擦地板，我是来还债的，天经地义。五殿下，你一个未出嫁的雌性，赖在已婚雌性家里，传出去不怕影响你本就所剩无几的名声？我本来就没什么名声，帝国第一败家子，怕什么？倒是有自知之明。彼此，你在小野堂面前哭鼻子的时候，怎么不拿出你 SS 级战力的威风来？威风是对敌人，小玉主是妻主。你赢了，我洗碗去。小狱长，他走了，现在可以只看我了吗？元帅，你这身腱子肉够强悍了，还练呢？优劣都突破 SS 级了，我作为元帅，怎能落后？突破 SS 级跟练肌肉有半毛钱关系？元帅，我跟你说，小雌性不会嫌肌肉雄兽。虎族的雌性就喜欢肌肉型雄兽。我弟妹又不是虎族，你看优劣和赤曜都是修长薄肌型的，你练得跟石头疙瘩似的，雌性摸起来手感不好。是这样吗？你信我，绝对不会错。幽冥平时有多不靠谱，坑人的时候就有多靠谱，但他说的好像确实有道理。那他喜欢什么样的？你看优劣，银灰色长发，冷峻硬朗但不粗犷，身材修长有力，脱下军装抱起来手感刚刚好。再看赤征，五官明艳张扬，少年感十足，一撒娇就大鸟依人。再看齐玄，双白长发冰蓝树瞳，虽然脸皮厚的能防弹，但也确实俊美无双。所以结论是，结论就是他喜欢好看的，而且是各种风格的好看的，但共同点是都不像你这种能把城墙撞个窟窿的肌肉疙瘩。优劣说他喜欢圆毛，怎么就不会喜欢我？我也是圆毛，还是白虎。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，你整天把精力花在练肌肉上有什么用？我弟弟突破 SS 级靠的是遇到我弟妹。他养寿夫有个特点，他更喜欢毛茸茸撒娇。有道理。你想想，你是白虎，原毛中的原毛，还是白色的，幼崽形态就是一只小白虎，跟个雪球似的。你就变成幼崽，往他面前一趴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歪个头，保证他当场抱起来揉。好软，天哪，这个毛量！应该扛不住。那不就得了？不行，我做不来。让我上战场面对动兽群，我眼都不眨。让我变成幼孩撒娇，比单挑10头领主级动兽还难。元帅，面子值几个钱？你看看齐玄，帝国战神，500多岁，他都能干出找我弟讨要掉毛做皮草这种事儿，你有什么喝不出去的？齐玄是齐玄，我是我。那你要老婆不要？要。万一我弟妹哪天说够了不娶了，你不就彻底没戏了？那就试试吧。不对，你为什么这么帮我？元帅，我是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。一向刚正拨恶的白虎元帅，笨拙的撒娇卖萌，洋相百出，这种千载难逢的名场面，光想想就觉得此生无憾。
又在算计谁？回来了，南疆那边怎么样？还行。你刚才在跟元帅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给了元帅一点小小的恋爱建议。你给元帅出主意？你又在打什么算盘？天地良心，我这次可是真心实意帮元帅。你是不是想看元帅出丑？怎么可能？我是那种人吗？难道你不是？对了，海风是什么味道？你什么意思？纯粹好奇。齐玄说你被吊在椰子树上吹了3天海风，我就想，海风是不是有一股椰子壳的味道？不是，没有的事。是吗？可录像里还有录像，挺高清的。你闭嘴！优烈哥，你来了。元帅，你被剁手污染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跟你搞好关系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提前练习一下。不用练习，真的，你这样我害怕。笑够了没有？够了够了，元帅，你刚才那个表情真的很到位，就是眼神不够无辜。齐玄那个是练了好几百年的。你还说？元帅，你不用学齐玄，东堂堂喜欢的是真实你，不是仿别人的你。你只要做你自己，他自然会看到你的好。真的，真的。我当初在森林里遇到糖糖，什么技巧都没用，就是做我自己。好吧，我做了一条狗，但重点是我没有模仿任何人。元帅，你有你的优势，你是白虎，原毛，毛色纯正，这都是加分项。做我自，你还挺大度啊，帮雄兽追自己的妻主。我不介意有更强大的雄兽进门保护糖糖，况且元帅他确实不错。那我要是也去追你妻主，你是怀念南海的海风吗？千年珊瑚，泛着灵光的深海灵脉矿气，颗颗硕大的夜明珠，轻薄的胶木砂，寒光凛冽的龙鳞护甲。族长，这样使不得，您这是要把蛟龙族搬空啊！我是族长，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堂堂蛟龙族族长嫁人，陪嫁就这么点东西，我还要脸不要？啊！你要嫁人？太好了！救怒吊难，兽神转世啊！族长啊，你是不知道，当年你在南海守封印的时候，族里每年办一次祈福宴，祈祷有哪位雌性大发慈悲收了你，这宴一办就好几百年，库房都快被吃空了。每次海族联姻大会，别的族都带青年才俊去相亲，就我们蛟龙族躲在角落不敢更声。行了行了，别提了。族长，你这竞争力不太行啊！你看看你，不是元毛，不会撒娇，年纪还这么大，人家朱雀能放火讨雌性开心，人鱼掉眼泪能惹雌性心疼，你除了打架还会什么？谁说本族长不会撒娇了？姐姐，鄂，范范。啊！族长，你这样反而会把雌性吓跑吧？你放屁！我妻主可喜欢这样了。老伙计，400多年了，咱们终于把她嫁出去了。今晚摆宴，不醉。小唐，我回来了，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是妻主的受夫，你说我为什么在这里？老四。哦，不对，预备老四。小鱼仔，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在深渊海打海战的时候，你还没破壳呢。你是预备受夫，我是正式受夫。
按照进门顺序，你排第4，叫我三哥或者苍瓢哥。你这么厉害，去加固封印怎么被反噬了呢？还不是要本战神亲自出马给你收拾烂摊子？难道不是你的工程是豆腐渣导致松动？本就是你该做的事。行了，别吵了。齐玄，苍魔被封印反噬是事实，你少说2句。苍魔，齐玄加固封印也是事实，你别动不动就告状。好好好，给你喝。我装幼崽的时候，他也喂过我喝瘦奶的，现在位置被这只黑毛豹子给占了。我都还没享受过妻主亲手喂饭的待遇。白夫人，好久不见。什么事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前些日子在0号监狱偶然遇到了赤环少族长，有些意外。少族长似乎已经嫁了妻主，是个很年轻的雌性。我本以为您作为母亲一定知道，但看您最近都没什么动静，想来是少族长没有跟您提过。他跟他爷爷更亲近些，嫁人这些事倒也不必事事跟我汇报。话是这么说，但那个雌性的身份，没有家族，没有精神力档案，护卫队是研究院直接派制的，陆羽上校还亲自护着他。这么神秘的雌性，我也是头一次见。知道了，费心了。赤恒嫁人了，娶她的还是那个在商场里公然顶撞我、辱骂我儿子、来路不明的小雌性。赤恒嫁人这件事，居然没有人通知我。千香，你找我？赤环嫁人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小恒嫁的雌性叫野糖，是0号监狱的狱长，很不错的姑娘。很不错，一个连家族都没有的孤雌，你说她很不错？赤野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妻主？你儿子嫁人，我这个当母亲的连通知都没收到。千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小恒的婚事是父亲做的主，野糖的姑娘父亲也亲自见过，很喜欢。我也想告诉你，但是什么？你们就是存心瞒着我。赤眼，我命令你现在立刻告诉我，那个野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不知道。你儿子嫁人，你不知道他的来历？千香，你要是实在不放心，改天我陪你去0号监狱见见他。你陪我去？你是去见他，还是去给赤雄通风报信？算了，靠你还不如靠我自己。如果那个野糖真是尹氏家族的人，我就得想办法拉拢；如果不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亲眼去看看。野狱长，白尖沙夫人提交了探视申请，她恐怕来者不善。让她来就是了。正好可以破解一下我家小火鸟的身世之谜。自从见过杂毛鸡白锦，齐玄也说了，除非赤恒的生母也是神兽，否则任何秘法都不可能让智妍成功孵化去月幼崽。陆羽，你就大胆放行，有本战战神在，那只白毛鸡动不了我妻主一根毛。能把这些帝国战力巅峰的雄少收拢在身边，这个雌性绝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孤女。你来找我什么事？我只是好奇，我儿子嫁了一个什么样的妻主？我这样的，你不满意？我怎么说也是你婆母，你的教养呢？证据呢？什么证据？你说你是我婆母，证据呢？
赤环是我儿子。是吗？你确定？确定。老母鸡，你这么说，本战神倒是好奇了。你一只白孔雀是怎么做到让朱雀承担生育繁衍、生纯种朱雀的？战神大人，这是我朱雀族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他也是我妻主，我妻主的受夫就跟我有关系。战神大人有所不知，朱雀一族血脉强悍，但孕育后代并非只看血脉强弱。我虽为孔雀，但当年怀赤环时伤了身子，是我夫君赤焰心疼我，主动用秘法将蛋转入自己体内待我孵化。此事族内皆知，并非什么秘密。这套说辞编得滴水不漏，既解释了为什么是赤炎孵化赤皇，又给自己立了个深情人士，可惜一个字都不信。秘法代孕要是能逆转血脉弱势方受孕的天地法则，整个帝国的雄兽早就抢着学了，哪儿还轮得到这只老母鸡在这儿讲故事？白夫人，赤行的身世之谜，今天不用急着揭开，你有空的话，下次带够证据再来。今天打扰了，改日再来拜访。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，赤环的身世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，迟早会被拆穿。记住，有我们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吵什么吵？小爷美梦都被吵没了。小红毛，你的老母亲来找妻主麻烦，你怎么说？什么？小糖糖，你有没有事？停！再转我就要吐你羽毛上了。他有没有碰你？有没有骂你？有没有用精神力压你？没事，而且我们确定了一件事，她肯定不是你亲妈。真的？太好了！那个5岁时把我打到皮开肉困的女人，原来真的不是我母亲。我不用再被母亲2个字绑住了。别高兴太早，我们没证据。证据不重要，小爷长这么大，有他没他都一样。小糖糖，他有没有为难你？他想为难我，但没机会啊。一个战神，一个海渊王族，往这儿一坐，他茶杯都快端不稳了。主要是我放屁，主要是本战神幼稚。但狱长没受伤，可以忍。再说了，我看起来很好欺负吗？我家小糖糖最厉害了。小红毛，你这双翅膀收起来。你嫉妒小爷？本战神会嫉妒你？小爷有翅膀，有羽毛，能把小弹弹整个裹住。齐玄只有冷冰冰的鳞片，拿什么跟我比？你就是嫉妒，小爷有毛，你没有。他们每天都这样，今天算克制。你们吵架能不能不要拿我当拔河绳？你作弊！说好了不能用尾巴。你拿翅膀裹妻主就不是作弊。小爷的翅膀天生就有，本战神的尾巴也是天生的，只是平时收起来。论灵活度，你那几根尾羽不是对手。救命！我像一个毛鳞混合双拼套餐。你过考察期了吗？就叫妻主。该死，这只小红鸟怎么专挑痛处啄？小唐，你看他。我看见了，今晚谁吵赢谁洗碗。我
我监督。我可以计时。野堂，帝都姓野的，只有无尾狐野家。野百合竟敢装不认识他。夫人，回朱雀族吗？先接野百合。白夫人，您怎么突然？野百合，你说的那个小雌性，分明就是你野家的人，你在耍我。我们野家的人，您说谁？他叫野堂。什么？野堂？那个被母亲赶出家门的双 F 废物，他不是该死在外面了吗？怎么会成了0号狱长？这件事我会好好跟你算账。那个废物竟然真的没死，又少了3成聘礼。猫破衣一出，连这些雄兽家族都开始讲价了。母亲，0号监狱那个小雌性，他叫野堂。野堂，那个双 F 级废物，他不是死了吗？白夫人亲口说的。他现在是0号狱长，身边有幽猎、赤环、齐玄、苍月，还有韩州。难怪能安抚 SS 级雄兽，难怪能培育猫不幸。那个秘密本该属于野家，它是野家的血脉，猫活液、SS 级雄兽人脉、研究院特批权限，全都该归野家。母亲，他现在不是以前那个任我们拿捏的废物了。陆羽和研究院护着他，五皇女也跟他姐妹相称。近不了身，就换条路。帝国律法里没有逐出家门就能断绝血缘这一条。你想用家族身份拉拢她？一个被丢弃10几年的孤女，最缺的不就是家族承认？凭什么？一个连族谱都没上过的废物，现在却要我们主动认回？向0号监狱递探视申请，理由写探望女儿。上校，野家家主申请探望野狱长，理由是探望女儿。驳回。理由是0号监狱在押及在编人员中，并无野氏家族成员。明白。陆上校这是不承认血缘关系。监狱只认编制，不认亲属。野堂身体里流着野家的血。当初把他扔出去时，野家也这么想吗？丢掉时嫌他废物，现在想认回来分好处。野家的算盘打得监狱围墙都听见了。FF 级雌性掌管0号监狱，这像话吗？猫薄荷来历不明，大面积种植太冒险。猫薄荷存在安全隐患，若前线士兵长期使用出问题，谁负责？我只是提醒。我也是担心帝国安危。野堂年纪小，被人利用也未可知。齐玄和苍蒙都护着他，一个 FF 级废物凭什么？诸位，既然有疑问，就请母皇彻查。请陛下彻查0号监狱。请陛下公开猫薄荷来源。野堂，这次看你怎么躲。母皇，野家又递了3本，军部也有质询函。措辞倒是整齐，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他们根本不是担心帝国，是想抢野堂姐姐的猫昭和。野柔云自己不露面，借贵族施压，手段老练，可惜挑错了人。传野堂入宫，当面对质。我去接他，告诉他，朕不会让他吃亏。小黑猫，别扫了，葱都快被你扫自闭了。他挡路。你说本战神什么时候能转正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支持我。战神大人跟喷钱聊天，习惯就好。
野堂姐姐，朝堂上有人弹劾你，母皇让你入宫对质。敢质疑本战神的欺主？谁？小爷烧了他的奏折！啊！烧！这是我的钱！我陪你去。皇宫烧了，可能要赔一大笔钱。小爷才不会随便放火。上次你烧了失足少主尾巴，那是他嘴贱。又不是去打架，苍苗陪我去就行。小唐，我还在考察期，更需要表现。表现机会在那儿，等我回来，我要吃热饭。哼，小爷烤肉。本战神煮汤。我是毒，我会护好你。那就走吧，海王子。他还真敢来。满朝压力之下，他一个18岁小雌性，撑不了多久。抱歉，让你被卷进来。没事，陛下，我确实是 FF 级，正好趁机辞职。账户有钱，猫狗双全，这般谁爱上谁上。FF 级精神力担任0号狱长，野狱长不该给帝国一个交代吗？你要什么交代？猫皇培来历、治愈手段，都该公开。说得好，逼他公开，野家才有机会拿到培育方法。关你屁事！毫无教养！关你屁事！我又没爹没妈，你们蛇族是不是跟野家签了批量培训？骂人词库都不更新，放肆！谁放肆？我捧在心尖上的人，他们也配指着鼻子骂？我的欺主，也是你能质疑的。你这么能说，狱长给你的？野堂，你想清楚。想清楚了。你行你上，这破班我不干了。这不合规矩。刚才不是挺能吗？管理0号监狱，公开猫博纲，拯救帝国。来，舞台给你。不行。猫博和是研究院授权种植的战略物资，来源清楚，成分清楚，临床数据齐全。野家主是对研究院评估结果有异议？没有。可是我真不想干了。0号监狱现在没人，我要回家养老。不行，不行也得行。我整天看空荡荡的监狱，还不如去林种地。可以，朕准了。野堂卸任0号狱长，即日起任农业部特级顾问，负责平价猫风营推广，月薪20万新币。多少？20万。猫薄荷收益，野堂2成，皇室8成。20万月薪，还有分成，这哪是辞职，这是换岗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。还有谁觉得他不配？看来没人想当狱长。那我先拿着，留个纪念。他越风光，就越证明他手里的东西本该属于野家。小糖糖怎么还没回来？你们说他是喜欢娇一点还是嫩一点？外焦里嫩，不过你上次烤成了炭。不关我事儿，那是火候热情。小红毛，小黑猫，想不想干一票大的？给小糖糖出气。名单，参与弹劾的，一个都别落。本战神还没转正，正好刷一波存在感。有齐玄带头，小糖糖要骂也先骂他，稳了。谁也不能欺负狱长。肉怎么办？拆完回来继续烤。弹劾小唐的时候不是挺会写字吗？现在也写危房自插。救命啊！战神大人拆房了！都出来！让你们欺负小糖糖，
小爷今天只拆房，不烤人，别逼小爷夹菜。小红毛，火控稳点，别给本战神增加售后。左侧人已撤，可以拆。队长，我们不上吗？上什么？那是战神朱雀少族长，韩州指挥官。那我们记录什么？记录天气异常，局部刮风下雨又着火。战神大人，这些宅谷，本战神帮他们翻地，怎么了？翻得很平。适合种葱。翻得好，真专业。皇室盛宴竟然是健身餐刺客，没有火锅，没有烧烤，连酱油都没有。你不嫌难吃？你不想吃的，我吃。这就是已婚雄兽的自觉吗？确实很有研究价值。不准研究。奖励你御膳房顶级水煮鱼。谢谢旗主。猫过客普及，你和洛灵全负责，定价、种植、供应都由你们拍板。我想把价格压低，前线最需要它的，不是那些贵族，而是种植平民士兵。种植区可以扩，运输线我来谈，售价还能再压。你确定低价会少赚很多？我已经赚够多了。再说了，士兵状态稳定，帝国才安全。准，朕给你们放权。多谢陛下，我会和大家一起把猫便河种好。不对，少了点什么。少了什么？我火收的挺干净。名单，叶家。上次小爷烧了他家大门，他还敢弹劾小堂堂，罪加一等。主谋，走，售后返场。这次拆彻底点儿，连地皮都洗干净。这门小爷看他不顺眼很久了。人员已清空，那就冲。拿这些破草当门面，也好意思惦记小唐的猫薄荷？这里就是他小时候住的地方。小糖糖真的太可怜了，不像住处，像笼子。烧了吧，小糖糖以前被关在这种地方。叶家那群东西，连窝都不给他一个像样的。小糖糖，以后没人能把你关回去了，灰也别留。干净了。我的野家呢？母亲，住宅没了，后院也没了，连那间小屋都被烧干净了。战神亲自翻地，叶家牌面真大。朱雀少族长也来了，火烤水鼠一条龙。这地平的，明天就能种菜。齐玄我动不了，韩州我惹不起，可赤玄是朱雀族少族长，朱雀族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百合，你去你阿父庄园，我去朱雀族。母亲，赤熊族长会帮我们吗？赤欢拆了野家，他就必须给交代。野家主深夜来访，看来火气不小。赤熊族长，您孙子赤寒伙同齐玄战神，把我野家主宅夷为平地，此事您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小恒为什么拆你家，你不知道？朝堂上只是公事公办，拆人宅邸触犯帝国律法。那你去安全部告他。赤熊族长这样包庇孙子，就不怕失了朱雀族体面？你联合贵族弹劾我孙媳妇时，怎么不谈体面？野糖是我野家血脉，
当初把他赶出去的时候，叶家认过这个血脉吗？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你要告就去告，看是先查小恒，还是先查叶家弃养雌性幼崽虐待血脉的旧案。你叶家不要的孩子，现在有人护，再把手伸过来，老夫亲自去叶家翻地。抱歉，赤族长，是我唐突。哼，慢走，不送。欺负我孙媳妇儿还敢上门讨说法，叶家脸皮倒是比朱雀族城墙厚。皇室护他，军部护他，朱雀族也护他。帝国律法动不了他，那就换一套规则。叶家主，许久不见。大长老，您欠我的人情该还了。说，帝都出了一个扰乱兽神秩序的雌性，他身边聚集多名 SS 级雄兽，私自推广来历不明的猫薄荷，蛊惑皇室与军部。帝国律法护他，可兽神殿不受帝国律法管辖。你想让兽神殿做什么？以兽神之名净化他。3日后，兽神殿使者入帝都。野堂，这一次没有人能用帝国律法护住你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小糖糖会不会生气啊？生气也先骂你，你的火最显眼。哼，明明是你起的头，名单你给的，主意你出的，水也是你泼的。火是你放的，你还切凉呢？风吹的。本战神只是合理维护妻主名誉。完了完了，小糖糖最讨厌惹麻烦了，万一他拿揍鸟棍怎么办？不对，上次小爷烧野家大门，他还夸小爷干得漂亮，那这次烧10几家，4舍5入，是不是更漂亮？对啊，小糖糖以前夸过小爷烧门烧得好。你这脑子终于转过来了。可是他们会不会索赔？10几家庄园听起来挺贵。他们敢吗？不敢。谁敢谁去。我觉得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没人敢索赔。那小爷宣布，这事儿干得漂亮。是本战神干得漂亮。小爷的火漂亮，风也漂亮。帝都贵族区昨夜发生大规模庄园坍塌事件，涉事庄园共13苍魔5星增百即将准备殿上。这是不是他们3干的？火、水、风，证据很齐。小糖糖，是老壁虎先说要干票大的，小红毛第一个飞出去。我只是路过。路过能把承重梁切成薯条。风比较热心。干得漂亮。真的？真的。欺负我的时候，一个个嗓门比扩武器还大。现在庄园没了，就知道装安静了，挺好。小唐，你看我表现得这么好，我进门的是……你又来。你要是喜欢我幼崽形态，我也可以一直装下去，每天变小了给你抱着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喝奶，我绝不吃肉。姐姐，别！一想到500多岁的老蛟龙捏着嗓子喊“姐姐，饿饭饭”，我鸡皮疙瘩能铺满整个庄园。那进门，先搬家。搬家？搬哪里？南海珊瑚岛、蛟龙族领地，还是西郊温泉区？我跟你说，南海夜光水母群特别漂亮。打住！我已经从0号监狱辞职了，现在正式搬去西郊庄园。野堂，小爷搬。
交给本战神。我也去。车已经备好了。行，全员搬家。看到没？这叫效率。显着你了，小爷一次能搬3趟。哼，你搬的是衣服，本战神搬的是家具。衣服贴身，你那家具有小糖糖香吗？再吵，花瓶归你们赔。小黑猫，你也要一起？当然带你走，哪能把我家乖猫落下？狱长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叶狱长，其实你可以留下来，薪资可以再谈，住宿也能升级。后山温泉不够大，我可以申请经费再挖一个。我觉得不行。哼，我的鹿角手感也不错，你之前不是一直想摸吗？本战神看你这身鹿皮更不错，这就给小唐扒下来做皮草。战神大人，我开个玩笑。手感确实不错，掰下来给小唐当摆件。别，放过他吧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他还是个孩子？小唐，你就是嫌弃本战神老喽？我没有哈，你自己说的。这只小鹿崽都46、7了，哪里小了？本战神按陆地算法才30出头，正值壮年，配你刚好。你46、7？年龄在帝国军部是保密信息。陆上校，你这个显年轻的秘方卖吗？小爷给爷爷买一份。白尾鹿天生如此，你看我这张脸，说20出也有人信吧？行，你年轻，你最美，你正值壮年。真不留下？不了，我已经接了农业部特级顾问的任命，猫薄荷那边还等着我。那祝你升职发财。叶棠，欠你吉言。这间方便小爷飞出去洗澡，这里适合泡尾巴。安静，能晒太阳，也能看院子。你去哪儿？睡觉。那是七主的房间，所以我才去。你是蛟龙，不去池子里盘着。他是龙，不是鱼，你才应该去树上打我。你冷冰冰的，别把小糖糖冻感冒。你太热，七主会中暑。本战神体温刚刚好，你们慢慢吵，我先睡。你的脸皮是城墙做的吗？城墙未必有它厚。这叫战术，宝贝儿。你拽左边，小爷拽尾巴，2个打1个，不讲武德。跟你讲武德，小爷就是傻子。七主还没进门，你就先上床，谁不讲武德？吵死了！等狱长回来，他们全都要被赶出去。这一块单独圈出来做精品线，精品线深富的实验园。精品线定价多少合适？500万一株。啊，500万！贵族不是嫌平价猫薄荷不够高贵吗？那就给他们高贵一点。名字就叫帝都限定尊享版。你这算盘，我母皇在皇宫都能听见。平民士兵走低价救命线，贵族走高价情绪价值线，两边都满意。贵族会买？肯定买，他们要的面子，老子给了。后天上有至尊拍卖会，阿父让我叫你一起去。杜林白鹿会作为压轴拍品，那我得去看看我这瘦奶到底能拍多少钱。别叫瘦奶了，你一叫我就觉得帝国国库在哭。你们是对我的房间有什么装修计划吗？小唐，你听我解释。是老屁虎先躺上去的。我只是维护七主房间秩序。都给我滚出去！明明我都快赢了。再说一句，今晚谁睡院子？我没参与。还是我们小黑猫懂事。妈呀，谁家的小豹子这么乖巧懂事？收拾好了，奖励你。甜的，狱长喜欢，我也喜欢。太可爱了，小韩州，你就是顶级猫猫。以前在0号监狱的时候，你也这样乖，就是嘴硬，明明想被抱，还非要装高冷。现在也可以抱。好，抱。本场压轴拍品杜陵白鹿一滴，起拍价10亿。多少？10亿？一滴？
我平时拿来喂猫鸟、喂鸟、喂蛟龙的兽奶，1滴10亿起拍，他们一天喝掉的不是奶，是帝国财政赤字。小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突然发现我家伙食标准有点离谱。小野堂，看那边，那是我三姐洛菲，也不怎么样啊。好像也是，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得死。小爷这种颜值，帝都限量。本战神这种是上古绝版，普通。第一件拍品月随玉枝，起拍价10万。20万。20万1次，20万2次，20万3次，成交。20万买个破烂。小野堂，不是谁都跟你一样土豪。这东西也就美容养颜，还不如我灵茶一口。小糖糖喝灵茶。小唐，你一会儿有看上的尽管喊价，本战神买单。不用。老皮虎，你还藏私房钱？什么私房钱？小糖糖，你看他一点诚意都没有，说要嫁给你，结果钱还在自己手里，不像小爷，兜里1个星币都没有，全部上交。小唐，我可以现在上交，我储物界、祖产、南海灵脉权限都给你。赤皇，你是刺毛！别吵，小火鸟有喜欢的，我给你买。小糖糖最好了。该死，转正了也不能松懈。小红毛太会装乖了，本战神得学。600年火灵芝，起拍价50万。100万。小糖糖，你喜欢就拍。他看见了，小糖糖连小爷翅膀动一下都看得见。小糖糖真的好爱我。200万。300万。400万。野糖，别拍了，不值。600年火灵芝对小爷有点用，但不多。400万能给你买好多好吃的。小红毛居然会省钱。小爷花自己的可以，花小糖糖的不行。行，听你的。500万成交。小糖糖，你愿意给小爷拍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以后遇到真有用的，给你买更好的。小唐，我也喜欢有用的。你喜欢的是转正。龙涎果起拍价500万。1000万。他应该是给蛇族兽夫明牙拍的，龙涎果对蛇族、蛟龙族都有帮助。2000万。小唐，你不是蛟龙吗？买来给你当零食。4000万的零食，老皮是命真好。小唐，你真好，你要不要摸摸我的？坐好。野顾问，能不能把龙涎果让给我？我受服是蛇族，龙涎果对他来说是同源灵果，吸收效果最好。我受夫是蛟龙，好像更需要一点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受夫，不是预备，不是考察期，是受夫。小唐在外人面前承认我了。可是蛟龙提升难度大，一颗龙涎花作用未必明显。那就多买几颗喽，反正我不会让。他说不让，听不懂吗？请回。4000万3次成交，恭喜7号包厢。小唐，你刚才说我是你的受夫，我有名分了，我通过考察期了。我什么时候不承认了？他就通过考察期了吗？通过了，毕竟烧了人家10几栋庄园。小唐，本战神以后一定好好表现。南海多收我杀，帝都麻烦我挡，谁敢欺负你，我直接把他家地基离3遍。你别太激动，我只是不想洛妃当冤大头。他关心我，他承认我，他还给我买龙涎果。耳朵选择性听话。殿下没拍到，价格太高了。那算了。什么玩意儿？靠雌性求资源，没求到还甩脸子。
凶兽界败类，要是本战神，宁可卡在原里，也不让七主低头求人。你们两个今天倒是像正常凶兽。我们一直很正常。第12件牌品青木髓，起拍价2000万。青木髓能提升雌性精神力，野百合今晚就是冲它来的。2500万。3000万。小糖糖，你想要？不想，我像故意拿抬价添堵离妾。添堵？聪明。他活该。 5000万，8000万，也许愈合你了。1亿，2亿，啊！你真不想要？不想。那你还2亿？他想要，那我必须给他添点堵。七主开心就好。2亿5000万。 不要了。 2亿5000万1次，2亿5000万2次，2亿5000万3次，成交。2亿5000万，庄园抵押了，家底也砸进去了，但只要我突破 S 加级，叶棠，你等着。爽。小糖糖开心，小爷爷开心，七主开心，本战神更开心。你们是拍卖会附带的按摩服务。本期压轴牌品无锡市杜陵白鹿一滴，起拍价10亿。无锡市，传说能修复精神域的神品，10亿只是起拍。准备好刷新认知了吗？我觉得我准备好了。 10亿、80亿、120亿、120亿。我平时让他们拿瓶吹的东西，现在按低卖100多亿。那赤恒之前一口闷的不是奶，是小公国。小唐，你脸色怎么这么严肃？我在反省。反省什么？反省我之前穷得太具体。 导致现在看不懂钱。200亿，200亿1次，200亿2次，200亿3次，成交。200亿一滴，小野桃，你以后还让他们喝1瓶倒1瓶吗？让啊，无限量提供，反正我有的是。败家子，你个败家子！ 小唐对我们真好，赤恒，小糖糖最好了。七主给的，我都会喝完。我不打。还是小黑猫会过日子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一滴200亿，一瓶好几十滴，净赚上千亿。阿父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原来是唐儿来了呀！快坐，快坐。阿父，我亲生的。说了，在外面称职务。李九会长，你过分了！会长，今天拍的挺热闹。多亏唐儿。对了，你今晚看上什么没有？干爹送你。我从小到大，你连3000零钱球卡我。你有他乖吗？你能带给我200个亿吗？是我把他带来的。那你今晚可以报销车费。我谢谢你啊。龙涎果是你拍的？给齐玄。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？唐儿要龙涎果，直接从库存拿，还花什么钱？我哪知道他突然要买啊！小唐给我买的。知道了，你能不能别重复了？从包厢念到办公室，你嘴不累吗？不累，本战神转正了。幼稚！你嫉妒
我有受印。哈哈哈哈哈！精准打击。你们3个能不能给黎会长留点拍卖行体面？没事儿，热闹点好，比我这个不孝女强。我今晚要离家出走。来我庄园包吃。不行。不行。我开玩笑。小唐给我拍了龙涎果，你说第18遍了。小唐还承认我是受夫。第20遍。小唐，我今晚能不能？不能。我还没说完。你眼睛已经说完了。七主，你给他买了龙涎果。知道啦，回头也给你补礼物。我等着。那小爷呢？也有。我呢？你当然也有。你们家这不是寿夫，这是大型争宠现场。七主，我今晚可以陪你睡吗？不可以。我很安静。安静也不行。就是，小糖糖最近陪小爷的时间都变少了。本战神刚转正，也需要巩固感情。我想。你又来这招，原毛的就是心机。它不是原毛，是黑毛。有效就行。今晚我自己睡，谁再吵，明天全部去种猫护河。小爷可以种。精品线1株500万，种死1株赔1株。晚安，小糖糖。晚安，小糖糖。我这空间是不是偷偷升级了？不好吃。疑似兽神古树果实涅槃果，可使服用者血脉返祖，突破战力极限。血脉返祖，突破极限。我一个连兽形都没有的双 F， 吃了等于啃没味道的桃子。但这玩意儿对雄兽应该很猛，得找个皮粗肉厚、血条够长、不容易出事的小白鼠。就它了，500多年老蛟龙，扛遭。齐玄，小唐，是不是需要本战神暖床？不是，我有个好东西给你尝尝。涅槃果。什么果？涅槃果。兽神古树。你确定是这个？确定。传说中能让血脉返祖、战力突破极限的神果。小唐，给我的。吃。小唐，你对我太好了。你先别感动，吃完告诉我有没有毒。好实在的爱。好吃吗？没味道。那你怎么没反应？有了。你干嘛学小爷发红？我感觉像被你放火烧了。小唐，我要去突破了。涅槃果能让我血脉返祖化真龙，动静会特别大。我得去南海荒岛，不然整个西郊庄园都会被天界劈成废墟。那你快去，一会儿爆体而亡了。你在家好好的，不许趁我不在偷偷娶其他首富。我跟小狼崽他们不一样，我最爱你了。谁让你临走还拉踩？赶紧走。要熟了。小唐，记得想我。知道了，快去。他真去突破 SSS 级了。好像是。所以4000万的龙涎果被他扔地上了。突然觉得他有点败家。老夫姨真是吃了涅槃果去突破 SSC 级。
古书上结的那个，10000年前就绝种的那个。你吃吗？朱雀族老祖宗为小半颗涅槃果守禁地几百年，九死一生才突破。小谈谈现在像发苹果一样递给我，小爷是不是嫁进神仙窝了？不吃。为什么？老壁虎区突破了，小爷还没到 SS 级巅峰，现在吃肯定要回朱雀祖祭火山闭关，至少几个月。那么久谁保护你？靠那条鱼，他封印反噬还没稳；靠韩州，他还没完全恢复。优劣在北域又赶不回来，小爷不走，小爷要留下保护你。我听见了，听见就对了。幼稚但有用。可是我也遇不到什么危险吧？那也不行。爷爷昨天说了，野狐狸肯定还要找麻烦。小爷答应过爷爷，也答应过自己，以后没人能欺负你。这颗给优烈留着，你的先收好，等他回来，你们一起安排。优烈1颗，你1颗，苍妙1颗，韩州以后恢复了也有，应该够分。你是兽神亲闺女吗？或许，大概，可能是吧。七主给我的，我会等你安排。我也等。都乖。